白术本是修仙界渡劫大佬，修仙万年，准备飞升仙界，谁料天道不公，竟以仙界人满为由将其拒之门外。愤怒之下，白术剑斩天道，硬生生的将天地化为两半，强行闯入仙界之内。不过待其醒来之时，竟被两个小混混肆意殴打。白术起身一个抬腿，便直接踹飞一人，紧接着便发现自己的灵力全无，而对方明显使用出了一种超出自己认知的力量。不过在白术的轻巧身法面前，却毫无还手之力。随着两个混混的逃走，一股不属于自己的记忆忽然就钻进了白术的脑海。原来这具身体的原主名叫李赞，小小年纪就父母双亡，被母亲的好友柳依然收为养子，而因为年幼变故，患上了一种名为自闭症的疾病，以后便成为了众人欺负的对象。白术此时明白自己的强行斩天并未成功飞升，反而化作凡人来到这陌生的世界。那么以后就让自己以李赞的身份继续生活，也不知道这具身体是否适合修仙。就在他还在继续思索的时候，一声焦急的声音忽然传了过来，不远处急匆匆地跑来一个容貌姣好的红发少女，而她正是李赞养母的女儿季慈。每次李赞被人欺负，她都会出手相助。望着自己完好如初的手，李赞一阵恍惚，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超能，会不会就是我理解的仙术？少女眼见李赞闷不作声，直接一个脑瓜崩弹来，怎么不说话呀？被人打傻了吗？李赞哪里受得了，一阵傲气凛然，区区凡人哪里伤得了我？如此中二的语气让季赞一阵无语，这家伙是自闭症变妄想症了。随后少女便挽起李赞手臂准备回家。一路之上，李赞发现这个世界新奇无比，高楼大厦直插云霄，路上满是一种铁皮盒子，没有仙术也能飞行千里，而这个世界的力量便是由超能主导。也不知修仙之路是否还行，不过纵使前路未知，亦是重修，我也必达成飞升夙愿。当修仙的遇上喜欢的妹子咋办？当然是点个穴位就带回宿舍呀！就在刚刚，李赞跟随季慈回到家中，一开门便发现少女脸色忽变。只见房间内走出一白发男子，正是季慈的父亲季承天，而房间内明显就闹得很不愉快。母亲柳依然大声地呵斥着让男人滚出去，而季承天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还想伸手摸摸女儿的头，却被季慈一把挡了开去。而在李赞的记忆当中，这季承天就是个人渣，饲养了小蜜之后，柳依然就与其离婚了，现在出现在这里，怕是以后都不得安生了。之后李赞随便找了个借口来到了小区公园，自己这具身体必须尽快修炼才可。坐在长椅之上，李赞的嘴上念起了无名口诀，随着一声声口诀的响起，天地间的灵气开始疯狂涌动，纷纷朝着李赞的身体而来。不过吸收着灵气的少年却是眉头一皱，不知为何这个世界的灵气竟如此稀薄，哪怕自己用尽全力也只能凝聚出3道灵力。不过为了飞升成仙，就算再艰难也要坚持下去。随着吸收的灵气越来越多，少年的身体竟如火焰一般燃烧了起来。李赞一阵愕然，没想到这具身体居然还是先天道种，在灵气如此稀薄的世界，眨眼间居然有了炼气5重的修为。就在此时，李赞面前忽然就跌倒了一个妹子，颤颤巍巍地向其伸出了小手，哥哥，救救我！一个杀马特紧随其后，小子，少管闲事，给我滚远一点！李赞微微一笑，无论身处何处，都不缺蠢货和人渣呀。杀马特自身乃是2级超能者，听见这话哪里能忍？一招连锁闪电直接释放，眼见闪电即将劈到，李赞的双眸一凝，发出莫名的寒意，整条闪电竟化作了一条实质冰条，紧接着便是一记勾拳，直接教混混做人。而就在此时，李赞忽然就被一双玉手环抱了起来，妹子不停地嗅着李赞的衣服，大哥哥，你的身上味道好好闻啊！李赞回头一看，正是刚刚的少女，可体内的血脉流动异常，很明显是被人下药了。他立刻回身用右手将少女拉开，左手于指间运起灵力，一套罗长13节点在了少女各大穴位，而少女也是直接就昏倒在了李赞的怀中。此时边上出现一人，浑身上下火焰缭绕，你在干什么？快放开我的妹妹！没想到3级超能者的全力一击，竟然连李赞的周身都无法靠近。就在李赞将顾天真点晕之后，妹子的哥哥顾天觉也出现在了公园，看样子便是误会了小李子有什么非分之想。李赞双眸一凝，又是一个超能者。就在此时，顾天觉拳头散发出悠悠火焰，一个箭步便直奔2人而来。李赞随手便将妹子往凳子上一推，紧接着不急不忙地往边上闪。虽然自己的修为只有炼气5层，不过这群低阶的超能者的动作，此刻在他眼里真就和慢动作一般。李赞随手抓住了顾天觉的手腕，力气之大，痛的顾天觉超能之火都灭了。随后又是一个过肩摔，将其砸在大树之上，并上前用脚狠狠地踩住头部。顾天觉满脸懵逼，此人的速度太快了，自己完全没有招架之力，难道是超能学院的人不成？李赞满脸杀意，听说你刚才要杀了我？顾天觉用力地挺起自己的头颅，你羞辱我可以，但是欺负我的妹妹绝对不行。李赞毫无波动，看样子这家伙是要使出绝招了。随着火焰四散爆发，李赞也是向不远处退去。顾天觉的身上燃起熊熊火焰，右手一招烈焰星火急射而出。不过李赞却毫不在意，天生道体自带结界领域，这种程度的火焰根本近不了身。顾天觉眼见自己攻击无效，而李赞又不像使用了超能的样子，只能大声地质问李赞到底是何人。不过李赞却完全没理会他的意思，反而说着让顾天觉先关心下自己，他马上就要自爆了。果然话音刚落，顾天觉的心脏便开始猛烈地跳动起来，无数的热气从其身上喷涌而出。李赞也不废话，直接上前，左手抓住顾天觉衣服，右手2指合拢，重重
重的在顾天觉身上点了3下，紧接着便怀抱双手站在一边。顾天觉不敢相信的看着眼前的少年，你这是在救我吗？李赞轻轻的合上双眼，你我本就是误会，念在你护妹心切，你的命我就暂时不收了。此时顾天真缓缓睁开双眼，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刚刚我在酒吧误喝了带有迷药的酒，就是这位哥哥救的我。闻言顾天觉挠了挠头，不好意思的跟李赞表示了歉意，而李赞之时随便摆了摆手，表示误会解除就好，自己还要回家。此时一阵爽朗笑声传来，一名坐着轮椅的白发老头出现，而他正是顾家当代家主顾武。本想着邀请李赞前去顾家做客，却被少年给无情的拒绝。不过老头也没在意，只是叮嘱兄妹二人不得将今日之事传出，因为他深深的明白，李赞也许就是顾家大兴的希望。人靠衣上马靠鞍，就连修仙者也毫不例外。第2日清晨，李赞跟随祭慈来到了雅峻大学，周围的同学看见李赞都大吃一惊，那个帅哥真是李赞吗？怎么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过也有好事者在背后议论纷纷，凭啥一个傻子就能勾搭上校花？李赞毫不在意，原主确实无权无势，身患疾病才成了这些权势子弟的欺负对象。不过如今换成了自己，如果那些没脑子的还敢过来，定要他们好看。然而麻烦永远来的都是那么及时，一个大金链子带着小弟就出现在了李赞面前，身后的小弟赫然就是昨日被揍的那俩。大金链上来就一把揪住李赞的衣领，小子，我们来算一下昨天的账吧。李赞脸色一冷，左手用力的一捏，把你的臭手给我拿开。大金链只感觉好像自己的手被卡车压过一样，痛得都快没有知觉了。边上的吃瓜群众议论纷纷，这傻子连陈虎也敢动，这是不要命了吧？原来大金链本名陈虎，乃是本地黑帮之一陈基的儿子，而自己也是5级超能者，平日里就嚣张跋扈惯了，此时吃了大亏哪里可算，大手一挥便让小弟一拥而上。祭慈生怕李赞吃亏，直接闪身挡在了少年的身前。这里可是学校，你们太放肆了。小卡拉却不管不顾，直接就对祭慈挥拳。虎哥父亲可是笑点之一，我们虎哥就是规矩。李赞瞬间搂住了祭慈的软腰，一把就拉到了自己的身前，亲密的接触令少女的心砰砰乱跳。随即李赞抬起左腿，一脚便将面前的小卡拉踢飞。不过身后另一个小弟却紧握拳头袭来，李赞回身一击却打在了空气之上，而小弟的身形却是出现在了少年身后。李赞不动声色，这个术法与前世的御风术好像，借风而行，随风而动。不过只可惜虚有其表罢了。陈虎见小弟都败下阵来，明白最后还是要靠自己，随即手上冒出金光，一拳便向李赞袭去。自己身为万金堂少主，自幼便研习异能，耀光拳远超同级威力，对付这种刚觉醒超能的菜鸡，还不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然而陈虎下一秒便察觉到了不对，自己信心十足的一拳，竟被李赞用一根手指便完全的挡了下来。而李赞的形象也在陈虎的眼里无限的放大。几秒之后，校园的地板上多出了一具奇怪的人形物体，而祭慈也是欢快的跑向李赞，紧紧的搂住了少年的手臂。太好了，李赞，你终于觉醒了超能。而更让李赞没有想到的是，少女居然在此刻轻轻的吻上了自己的脸颊。傍晚的一间酒吧内，万金堂的堂主陈基不爽的抽着雪茄，听说你们被一个傻子给揍了，小人你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吧。好的，堂主，少爷的事情就交给我吧。罗文刚的威力究竟有多大？李赞仅是轻轻一击，便打出了剑仙般的风采。就在第2天放学之后，祭慈便带着李赞准备回家，一边走还一边啰嗦李赞不应该那么冲动，好端端的去招惹陈虎干嘛？就在此时，李赞忽然发现边上大厦的玻璃开始剧烈的抖动起来，紧接着便全部碎裂了开来。李赞一把就将祭慈拦在了身后，并使出灵力将附近所有无关人员隔离，让他们免受碎玻璃的伤害。此时的人群也才反应过来，纷纷开始四处逃散。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出现在了眼前，正是昨日酒吧里的意念系超能者任悟空。祭慈还想拉着李赞离开，毕竟看刚才的爆炸就知道对方是个操纵者，远不是刚觉醒超能的李赞所能应付的。不过任悟空却完全没有放李赞离开的意思，双手散发出紫色的能量，一股无形的力量将李赞死死抓到半空，随后将其重重的摔在边上的墙上，一个地爆天星就给埋了起来。祭慈大声哭喊，混蛋，你居然把李赞给害了！任悟空右手一弹，别叫了，虽然你不是堂主的目标，但我不介意手上多沾点血。话音未落，任悟空便发现了不对，李赞竟从碎石堆里蹦了出来，刹那间便手持一根螺纹钢迎面而来。任悟空当即就惊呆了，这小子怎么会毫发无损？随即手上又散发出紫色光芒，准备故技重施再来一次。李赞哪里还会给他机会，双目灌注灵力，便施展了一招灵绝世。在他的视角之下，任悟空的招式被看得一清二楚，两只无形鬼手正向李赞伸来，李赞身形猛然加速，直接将鬼手给撞得4分5裂。任悟空口吐鲜血，自己的绝招为何就忽然失效了？不过自己的念力还在，凭着10块就能让对方吃不了兜着走。可惜李赞的强大远远不是任悟空能想象的，身形凌空使用螺纹钢便施展了一招剑法，所有的10块都在空中纷纷碎裂，随后任悟空更是被一剑斩倒在地。李赞习惯性的回手插剑，术法可以，但不修肉身，这就是你失败的原因。任悟空强撑着最后的意志，别得意小子，得罪了万金堂，堂主必定会让你生不如死。就在这时，顾天觉带着顾天真闪亮登场，我倒是要看看是何人敢动我顾家的贵客。没想到李赞居然是个老色批，对没认识2天的妹子就伸出了咸猪手，妹子不但没有嫌弃，还顺势就倒入了李赞的怀中。就在刚刚李赞解决完任悟空之后，却被对方放出豪言不会放过少年。此时顾天
天觉带着妹妹闪亮登场，我倒是要看看谁敢动我顾家的贵客。而顾天真更是不管不顾，直接上前便抱住了李赞的手臂，完全无视了站在一边的祭慈。李赞见状，只好轻轻的推开了顾天真，表示自己根本和他们不熟。顾天觉也是一把就拉过了自己的妹妹，让其不要冒犯了高人。看到这里，任悟空的脑子都不够用。顾家乃是名门世家，其势力渗透军事、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在苍青市乃是首屈一指的存在。而如此只手遮天的顾家，居然对李赞这个小子毕恭毕敬，李赞却对此不屑一顾，就像是丝毫不把顾家放在眼里。想到这里，任悟空连连下跪磕头，言明自己一切都是陈机指使，还望李赞能网开一面，放自己逃生路。顾天觉闻言便想起了陈机这人是谁，当年只是自己叔父做下地，离开顾家后创了个小帮派混口饭吃，想不到居然惹到了贵客头上，这事就交给自己处理吧。而李赞并不想和顾家处理，眼神一冷便让任悟空滚蛋，并带话如果以后再来骚扰后不自理。顾天觉眼见此间事了，便打算邀请李赞前去顾家，好为上次之事表达谢意。而李赞想都没想便表示拒绝，只留下满脸懵逼的顾天觉不知所措。顾天真急忙上前拦住李赞，表示就去家里看看而已。爷爷对李赞赞不绝口。李赞本来不想答应，却又忽然改变了主意，一把就将顾天真搂入了怀中。少女满脸娇羞之意，你这是要做什么呀？随后李赞将咸猪手伸出，看得边上祭慈毛都炸了。顾天觉憋笑其中，看来高人也摆脱不了世俗的诱惑。就在众人想入非非之时，李赞却从少女怀中掏出了一个项坠，没错，就是它了，这绝对是修士的法宝。顾天真眼见李赞对项坠感兴趣，立马表示此乃爷爷收藏之物，家里像这样的宝贝还多的是。闻言，李赞思索了一下，便同意了前往顾家之行。而顾文在家中早就得到了消息，备好酒菜等待二人，一见面便热情四溢，表示李赞前来令自家蓬荜生辉。李赞也不客气，直接便掏出了顾天真的项坠，询问此物从何而来。老人思索了片刻之后，便让天觉兄妹招待祭祀，而李赞则随着自己前去密室参观。而就在密室的门口，李赞忽然就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事情好像有趣起来了。没想到凶神恶煞的地狱犬竟也有乖巧温顺的一面。就在刚刚，李赞随着顾文进入密室，里面珍藏着这些年来顾家收集的奇珍异宝。不过李赞只是眼神微微扫过而已，东西确实不少，但也就是炼气期小修士看得上的玩意罢。顾文心中一惊，却不露声色。这些宝贝不知道花费了顾家多少心血，没想到竟无法入这个少年的法眼。幸好自己还有一物，虽然不知道如何使用，但希望李赞能看得上眼。看着眼前的戒指，李赞微微一笑，先前熟悉的气息正是来自此戒。顾文随即表示此戒曾受到过诅咒，戴上它的人轻则精神失常沦为疯子，重则会被神秘的黑焰焚烧殆尽。李赞眼神微微一瞥，看样子这小老头是在试探我，随即便表示此戒并非什么咒戒，其真名乃叫无拘。话音一落，金红色的戒指便应声而出，直比比的飞进了李赞右手的中指。与此同时，无穷无尽的黑焰忽然出现，以戒指为中心环绕在了李赞的周身。顾文大惊，小友千万当心。然而下一秒，老头便发现了神奇的一幕，无数的黑焰环绕周身，李赞却丝毫没有不适的表情。看来这少年就是我所期待的那人了。李赞盯着手上的戒指看了半天，无拘戒虽然算不上至宝，但是对眼下的我无疑是一大助力。随后少年紧闭双目，神识则进入了古界之中。血色的大地之上，一轮血月高挂，身后传来了一阵异样波动。李赞缓缓回头，一只名誉三手犬正恶狠狠地看向他。要知道三手犬当年乃是吉凶之兽，就连自己的师傅才勉强收服一只，不过这只明显已经修为散尽，只剩下一缕残魂苟且界中。三手犬眼见有人侵入自己的地盘，直接跳起扑向少年。李赞灵力爆发，口中吐出一声跪下，三手犬庞大的身躯竟从半空掉落，结结实实的砸在地面之上。李赞脚踏血火走来，臣服于我或者死。三头犬眼见少年如此强势，吓得直接就现出了真身。李赞一把就拎起了狗子，记住，以后我就是你的主人，以后若你有什么别的想法，我随时都可以将你的魂魄碾碎。没想到三头犬初次登场，收拾的就是顾家之人。就在刚刚李赞收服了三头犬之后，神识也是回到了现实世界。早已等待多时的顾文欣喜若狂，小友，你果然就是老朽要找之人。话音未落，顾文一口鲜血喷涌而出，整个人瘫软在了轮椅之上，手上的仪器不停地发出警报之声。患者生命体征不稳，继续采取医疗措施。李赞上前轻大脉门，灵力灌注双眼内是老者，久病成疾，五脉淤积，明显是红杏根之毒。没想到顾家势力如此巨大，竟还有人敢下毒谋害一家之主。此事本来与自己无关，但是看在无拘戒的份上，李赞还是决定保顾文一命。就在李赞准备救治顾文之时，忽然就从边上窜出两人，口中大声喊着父亲。身穿褐色衣服的胡渣男一步上前，混蛋，你快放开我吧！而医生模样的男子则是掏出听诊器，不停地观察着顾文的情况。胡渣男半蹲在地，你要对我父亲做什么？李赞很是无语，能干什么？当然是救他的命。胡渣男直接暴怒，你真当我傻是不是？你分明就是想对老爷子图谋不轨。李赞一阵无语，不识好歹的蠢货。顾天觉兄妹也在此时赶来，二叔，你怎么和爷爷请来的高人吵起来了？胡渣男眉头紧皱，一个毛头小子还高人，我看老爷子真是糊涂了，居然会相信一个江湖骗子。随后男人回头便转向医生模样的男人，安德鲁，拜托你了。名为安德鲁的男人也不废话，直接召唤了水之元素，随后便开始治疗起了老人。
李赞却对此嗤之以鼻。遇水入体治疗内伤是不错，但现在这老头乃是熔毒入脉，这招根本没用。果不其然，下一秒顾文便直接口吐鲜血，整个人的生机萎靡了下去。安德鲁双手一摊，抱歉了顾先生，家主目前的症状太过古怪，我的超能也无济于事，还是给顾老先生准备后事吧。胡渣男闻言却没有怪罪安德鲁，反而转头怒斥李赞，表示肯定是少年搞的鬼。李赞上手环抱于胸前，你这阻止我看病，到底是真关心老爷子呢，还是别有用心拖延时间呢？胡渣男被李赞的一番话对得哑口无言，只能命令身后小弟上前抓住少年。李赞面无表情地打响了响指，出来陪他们玩玩吧。来自地狱的恶犬。胡渣男见到三手犬的瞬间便瘫软在地，你到底是什么人？李赞的眼中散发出无尽威压，端正你的态度，否则后果自负。华夏针灸果然名不虚传，就连超能治疗者也赞不绝口。此时李赞召唤出三头犬将顾达明镇住，随后自顾自地走到顾文面前。虽然这老头气血两虚，不过只要虚实相济，通经活络，他体内的毒素便可化解。随后，李赞召唤出9根金针立于胸前，此番招式令的天绝兄妹震惊不已。只有顾达明双手抱胸，表示装神弄鬼的只有小辈才会相信。李赞单手掐诀，9根飞针齐齐飞出，不偏不倚地射进顾文各大穴位。边上观看的安德鲁忽然惊呼：“难道这就是华夏针灸？”眼见顾天真满脸不解，安德鲁随即表示，针灸乃是华夏顶级医术，使用得当可令患者疏通经脉，扶正祛邪。只是近代治疗系超能崛起，这种古医术便失传了。李赞微微一笑，没想到这小外国佬还有点见识。而顾文体内的淤堵，此时已经全部被逼到了心脉之处。李赞左手灵力灌注，随后猛然发力，顾文受到外力挤压，一口红中带黑的老血吐出。天绝兄妹赶忙上前查看爷爷的状况，顾达明在一边冷言冷语：“看，我就知道他治不好老爷子的吧。”就在此时，顾文的眼睛缓缓张开，神清气爽的感觉让老者欣喜若狂，随即便双手抱拳向李赞表示感谢。李赞表示不必在意，只不过礼尚往来而已，以后再有人下毒，你也只能自求多福。听闻下毒，两兄妹都震惊不已。不过顾达明却上前表示，老爷子的腿就是研究超能瘫痪的，哪里有什么人下毒。闻言，顾文忽然想到了什么，从怀中掏出一瓶紫色液体，表示这是二儿子准备的药，想让李赞检验一番，也好证明顾达明的清白。安达鲁也在一边补充，顾二先生说过，这药乃是天然药材制成，喝了不会有害。此时顾达明大感不妙，直接掏出手枪便想将安德鲁击杀。不过有人比他更快，李赞飞速上前就将子弹给接了下来，并一击将手枪斩成了2段，而他的衣袖也在指缝碎裂，露出了红色斑痕。顾文怒喝：“达明，你这是何意？”李赞悠悠说道：“顾达明手上的斑痕乃是研磨红杏根石，日积月累，通过肌肤深入体内，虽不致命，但是也没几年好活了。”顾天真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虽然二叔成天吊儿郎当，但这种下毒弑父的事情，他是怎么做得出来？顾文轻推轮椅上前，下毒弑父，污蔑他人，顾家容不得你，你还是去督察司好好的长长记性吧。随着顾达明被人带走，顾文又看向了李赞，抱歉了小友，管教不周出此闹剧，还有些事我想与小友详谈。李赞一阵诧异，随后便见到顾文一脸严肃，小友，你可知这无居界从何而来？原来超能世界也是有修仙者的，而无居界的出现就很好的说明了这点。此时李赞随着顾文来到了书房，老者随即将一叠照片摆放在了少年眼前，而上面赫然显示着一座完整的洞府。顾文表示自己多数的收藏，包括那枚无居界，其实都是出自此洞府。李赞看着照片暗暗思索，如此规模的洞府，说不定能有助自己修炼之物，于是便询问顾文洞府如今在何处。不过顾文接下来的话却让李赞哑口无言。老头表示自己的手下在探索时不小心触发机关，导致整个洞府自毁崩塌。李赞一阵沉默。顾文见状又表示，如果少年有需求的话，自己将鼎力相助，为李赞找到其他遗迹。李赞不解，你一介超能力研究者，却助我修行，不觉得有些可笑吗？顾文长叹一口气，想当年老朽对权力和金钱趋之若鹜，认为拥有超能的话，便能将二者皆纳入囊中，为了自己的欲望，竟不惜以自身来研究超能。但是随着对超能的深入研究，老朽也意识到了超能存在巨大的缺陷。可惜当时我利欲熏心，无视了风险，决定将研究继续，但却不曾想我在凝视深渊的时候，却早已站在了深渊之内。所以超能绝非人类能掌控的力量。老朽担心天真天绝会重蹈覆辙，便一直私下研究补修秘术，探索遗迹。老朽也不敢从小友手中索求什么，能帮到小友便是我顾家的福气。但小友空闲时若能指导天真天绝1、2，我顾家今后为小友侍从。李赞缓缓起身，将照片放于桌上，找到遗迹才有资格谈论条件。万金堂内，一个落寞的身影坐在一片狼藉之中，不明所以的陈虎一进门便高吼老爹有没有帮自己报仇。随后一张满脸是伤的脸转了过来，一回头便给了陈虎狠狠一个逼斗。他喵的，都是你个王八犊子，惹谁不好，偏偏惹了那个李赞。片刻之前顾家带着人来我们酒吧闹事，还扬言此事没完，你明天就去给我赔礼道歉。第二天雅郡大学内，祭慈询问李赞昨天到底和老头聊了什么，为啥去的时候一脸严肃，送你出来的时候确实满面春光，该不会是你们做了什么交易，让你去当上门女婿啥的吧？就在李赞满头雾水的时候，边上忽然传了一阵吼声，陈虎竟带着小弟飞快的走来，边上的人议论纷纷，昨天李赞揍了陈虎，看样子这是算账来了。不过下一秒众人却是跌破了眼镜，陈虎居然和小弟齐刷刷的跪倒
在李赞面前，嘴上还喊着自己知错了，望李赞大人有大量，千万别和小弟计较。李赞也不理会，只是淡淡的说了个滚字，便和继慈自顾自的离开了。就在此时，继慈的手机传来了短消息之声，少女拿起一看，却脸色大变。只见手机上一位名叫东方元硕的人发来消息：小慈，我想你了，这周六咱们聚一聚吧。李赞本是一代剑仙，剑劈天门却误穿超能世界，幸好穿越之人乃是先天道体，修炼起来如鱼得水。不过今日青梅竹马却被人强行带走，而丝毫不知情的李赞还在操场修炼，随意散发出的气息便将几位同学差点带走。还好李赞及时的收回了灵力，这才让同学幸免于难。李赞紧紧的握住自己的拳头，没想到此界灵气居然如此稀薄，能修炼到炼气7层已是极限，接下来就要看那个老头子能不能寻到一处宝地。就在此时，柳姨的电话过来，李赞接起才知道继慈居然被其父亲带走，去了一处酒店见人。而在德鲁酒店的内部，西装革履的继承天正带着继慈缓步前行，边走还边搂女儿的肩膀，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帮忙，以后绝不干涉继慈母女的生活。随着大门缓缓的打开，一张俊俏的脸庞出现在了眼前，正是东方家的少主东方元硕。而在酒店的外围，李赞却被几个保安拦在了大门口，表示自家酒店今日不对外开放。李赞脸色一冷，充满杀意的眼神看向对方，继慈在哪里？保安队长脸色一黑，眼前的少年看样子来者不善，口中的继慈莫非就是东方少爷请客的那个女人？那样的话绝对不能放她进去。随后保安队长便打起了哈哈，表示自己不知道继慈是何许人也，而且自家的德鲁酒店也不是少年说闯就能闯的。李赞哪里肯走，口中重重吐出2字：让开。眼见少年不肯让步，保安队长随即便喊出了重准备将少年给狠狠教训一顿。不过各种武器就连李赞的护身罡气都无法护，一个灵力爆发便让众人原地起飞。此时陈基带着任悟空走出大门，保安队长连忙解释是少年在门口闹事。陈基并不认识李赞，口叼雪茄便上前准备挑衅，急得后面的任悟空都脸色发青。随后任悟空上前告知了李赞的身份，惊得陈基雪茄都掉在了地上，忙上前陪着笑脸道歉。而在得知李赞前来乃是寻找祭慈之后，陈基大手一挥便告知季小姐正在顶层，让保安队长带着李赞前去。任悟空惊讶地看着堂主，这样把李赞放了进去，东方家肯定不会饶了万金堂的。陈基深深地吸了口雪茄，难道不放李赞进去，顾家又会放过咱们吗？快去通知顾老，最起码要把顾家这份人情到手。传闻在超能界有一种秘药，喝下它的少女将全心全意地爱上眼前的男人。而就当男人以为计谋即将得逞之时，房门却被人以一种极其暴力的方式打开。李赞满脸杀意地走了进来，我来带祭慈回家。原来就在2分半前，季承天正坐在沙发上悠闲地喝着咖啡，自己的女儿已经送进了套房，看样子以后季家的好日子就要来了。毕竟牺牲一下自己的女儿就能换来偌大的生命。想到这里，季承天的嘴角就忍不住露出了笑容。而就在此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边上。季承天边喝咖啡边自言自语，也不知万金堂怎么办事了，居然连一个傻子都拦不住。随后更是起身让李赞直接滚蛋，别坏了自己好事。谁料下一秒，一双大手便死死地掐住了季承天的脖子，出卖自己的女儿，简直丧尽天良，枉为人父，杀你真是脏了我的手。而在套房的东方元硕此时毫不知情，还想着怎么调戏祭慈来着，不过却被少女一把就打开了手掌。本以为父亲只是叫自己来陪东方家少爷吃个饭而已，现在看来就是自己想多了。东方元硕也不在意，表示祭慈要走他并不会阻拦，不过就这样走掉的话，有没有考虑到季承天会怎样对待母亲？随后东方元硕倒了一杯红酒，表示其实今天叫祭慈来只是想放下心结做个了，只要祭慈喝下这杯酒日后便两清。但少女根本不知道的是，这杯红酒乃是超能界秘药最新散，只要喝下去后便会全心全意地爱上面前的男人。就在关键时刻，包间的房门居然被人给一拳轰碎，李赞带着无尽的杀意走了进来，我来带祭慈回家。祭慈欣喜无比，一下就跑了过来，李赞你怎么来了？东方元硕爱慕祭慈那么多年，当然知道李赞只是个傻子而已，随即便缓缓起身，左手凝聚寒冰之力，趁着两人不备便一拳轰出。臭傻子，这是自己找死！李赞不为所动，只是将灵力稍稍的扩散开去，便将东方元硕直接弹飞，整个人重重的撞在酒柜之上。李赞缓缓抬起右手，冒犯我的女人，必须给点教训。随后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响起，不过东方元硕却是毫发无伤。只见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顶着巨盾的男人，正是东方家的保镖9级能力者古空来，超能力是金属衍生，可以变换出任何钢铁武器。东方元硕眼见古空来登场，嘶吼着要李赞碎尸万段，而他却不知的是，李赞此时正建立心系，差不多炼气巅峰的超能者，还是金属性的，那么我就来陪你过2招吧。超能基因和大道修仙到底谁更胜一筹？炼气7层的李赞是否能挡住热武器的进攻？就在刚刚，古空来忽然出现拦住了李赞，接着双手更是化作2柄机枪无情扫射。李赞轻轻推开祭慈，脚下闪动诡异步伐移动，只是一个瞬间便来到了古空来面前，右手一拳狠狠击在男人胸前。古空来迅速反应过来，右手化作一柄无情长刀，笔直的刺向李赞，却被少年轻轻一晃便躲过去，随后更是紧紧抓住古空来的手，狠狠地将其摔倒在地。不过男人的反击却是来得如此之快，只见他大嘴一张，能量汇聚于口中，一个瞬间子弹便如大雨般倾泻而出。不过待烟雾散去，男人也是惊呆了，李赞的手上抓满了子弹，喂，这速度也慢了点吧？古空来还在思索什么情况，李赞却早
早已高抬玉足来到眼前，不知一脚便将楼层踢了个对穿。幸好卜空来还有点能耐，下落之际早已变出了全套战甲。眼见李赞追击而来，卜空来赶紧变化出激光武器进行反击，不过却根本挡不住李赞鬼魅般的速度。少年只是一个侧踢便将其击飞了数米，不待卜空来有所反应，李赞紧接着便施展了是夜蓝光，毁天灭地的能量直接穿过9人，惊得下面的陈基满头大汗。小祖宗们可千万别出人命啊！遭遇重创的卜空来单手撑地，少年你到底是什么超能？李赞缓缓出声，你就当是超能吧，你我实力差距过大，不惜丢掉性命也要为那拉西战斗吗？卜空来从腰间拔出一根针管，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既然加入了东方家，那么今日无论如何我也要完成任务。随着药剂的注入，李赞明显感觉卜空来体内的力量正在暴涨，有点像是灵力，又与灵力有微小的差别。此时卜空来双眼猛地睁开，双手化作激光武器横扫四方，而李赞的护身气盾也第一次有了小小的裂变。随后李赞打了个响指，召唤出了地狱3头犬，面对巨大威胁，卜空来丝毫不敢小觑，手中变化出数颗手雷扔出，剧烈的爆炸虽然无法伤害到地狱犬，却将其推飞了数米之远。趁着这空隙，卜空来急忙变身，无数的炮弹如暴雨般袭去，然而他却没有发现李赞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手指轻轻的点出了一剑。超能世界强者为尊又如何？修仙正道，永不落幕。男人只是轻轻的施展了一道仙法，竟引动天青市2大家族火拼，哪怕身为东方家的少主，也难逃被人殴打的悲惨命运。就在刚刚，李赞一剑重创了卜空来之后，祭慈一把便扑了上来，想看看李赞有没有受伤，毕竟对方那使用的可是热武器啊。李赞随即让少女不要担心，那东西伤不了自己。随后的祭慈便被化小的3头地狱犬给吸引过去，毕竟毛茸茸的修沟哪个不爱呢？而李赞也只是随意的说是仆从而已。此时赶来的继承天扶起东方元硕，只见这位东方家少主面目狰狞的说道：“本少爷长这么大，还从没有人敢在我面前那么嚣张。”无数黑衣男手持武器围了上来，虎视眈眈地盯着李赞2人。东方元硕阴冷的一笑：“你以为今天还能活着离开这里吗？”就在此时，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谁敢动我顾家的恩公，可有将我顾家放在眼里？”东方元硕一阵诧异，这不是顾家家主吗？他不是从不轻易现身，我爸曾邀请多次都未应约，为何今日忽然就出现在这里？此时继承天忽然就反应过来，怪不得李赞这傻子那么嚣张，原来背后有顾家在撑腰啊。不闻转向李赞瞬间就变了张脸：“恩公，老朽疏忽，让那些不长眼的东西冒犯了你。2位没有受伤吧？”李赞缓缓转身，祭慈受了点惊吓而已，不过今日看在你的份上，我就饶了他一命。东方元硕此时还不知即将大难临头，还在那边嘴硬的叫嚣，不过下一秒他便后悔至极。顾文竟真的叫手下之人将其抓住，紧接着便是一顿胖揍。此时的东方元硕才知道怕了，赶紧向即将离去的顾文求饶，而老头回转身充满杀气的说道：“这次只是给你个教训，下次再得罪恩公，死！”回到了公寓的祭慈舒舒服服的泡起了热水澡，一边洗一边摸着3头犬自言自语：“李赞最近真的变了，他觉醒了十分强大的超能，而且认真起来的时候样子真的是好帅的呢。”李赞浑然不知少女的那点小心思，此时正聚精会神的看着一本《不良人之天罡传》，忽然门口就传来了一阵敲门之声，打开房门就看见一个男人站着，脚下躺着无数的黑衣男。来这里干嘛？李赞的强大终于得到了超能者的认可，第一位前来投靠的居然就是卜空来。毕竟在酒店之时，李赞本可一剑将其灭杀，然而天性的善良让李赞只是用出了心剑，虽然让对方精神重创昏倒在地，却完全不会伤及性命。苏醒之后，卜空来便直接来到了李赞的住处，表示自己已经离开东方家了，还望李赞能够收留自己，只要能跟在少年身边，自己做任何事都可以。李赞思索了半天，卜先前为东方元硕所用，现在又来投靠自己，也不知是何目的。不过今日将其重创，仅仅半日他便恢复如初，异于常人的体格和超能，以后多少能派上些用处。想到这里，李赞便让卜空来守好房门，先证明自己能为其所。此时的祭慈刚泡完澡出门，听见对方便询问少年何人。李赞刚说了句是卜空来前来，以后会追随于我的话，房门便又被人敲响。本以为卜还有何事，没想到开门一看，竟是顾天真这个丫头，说是奉爷爷的命令带来了无数的奇珍材料。祭慈心里暗暗不爽，这么多好东西，不会是下聘前的铺垫吧？李赞看着满满2大箱的材料，表示品质确实不错，不过要断法宝的话，自己还差一个断炉。闻言，顾天真眼前一亮，自己的爷爷刚好有一个断炉寄存在古董店中，但是运输不便，需要李赞自己前去一趟。于是，在第2日，李赞随顾天真前往了张老爹古玩店，一进门便看见了被封印完好的断炉。不过李赞只是稍稍瞄了一眼，便认定是的拉稀，奉劝老板早点扔了算数。而在店内某处角落，散发出的灵气却吸引住了李赞。少年扭头问向老板里面藏了何物，谁料张老板却是一脸惊恐的表示不行，里面的东西自己花了很多钱才封印起来，要是放出来麻烦可就大了。但是超能界的法宝何等稀少，李赞今日势必要看一下。而随着越靠近大门，灵气越加的充沛。不过就连李赞也没发现，头顶的房梁之上，一个黑影在虎视眈眈的看着3人。随着房门的打开，一个五角星阵之上端端正正的放着一个断门。李赞一看便知此乃一顶上品鬼。而随着少年将其封印解开，里面的恶鬼便扑面而来。饿了，把你的脑子给我吃了。没想到堂堂的东方少主也会有一天被自家的管家踩在脚下，而发生如此的情况，仅仅只是因为顾天真的一个电话。原来就在刚刚，李赞将炉顶的封印解开之后，里面忽然就窜出一只猪妖，大吼着要吃了众人的脑子。
李赞本想单手阻止这头疯猪，不过却没想到猪妖的力气奇大无比，一不留神竟被撞退了数米之远。眼见猪妖即将再次袭来，李赞右手双指合拢，灵月剑法第二式碧华无息。只见强大的冲击结结实实的打在猪妖身上，经受不住的猪妖缓缓瘫软在地，庞大的身躯缩小成了一只迷你小猪。李赞缓缓上前，为我所用，否则死！顾天真和张老板见识了，急忙上前，但是李赞却是猛然回头，双指掐诀发出一道攻击。只见一名黑衣人从房梁之上落下，李赞刚要上前问话，黑衣人忽然就放出手上蛛丝，将其脖子缠绕，准备施展绞杀。不过下一秒却发现自己那比钢丝还要坚韧的蛛丝竟在少年的脖子上纹丝不动。李赞轻轻地拉开脖子上的蛛丝，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吧。话音一落，身后猪妖猛然显现，一击之下便将黑衣人打得昏死了过去。猪妖张开血盆大口便要吞噬闹，却忽然愣在了原地，背后传来了莫名的杀意，记入我正道。从前那种邪道陋习应当收敛改正。随后李赞开始检查黑衣人的身体，却发现无任何东西，只有手腕之上刻着一个六角星阵的标记。张老板见状大吃一惊，这不是血魔教会的标志吗？据说这个教会乃是存在了上千年的超能杀手组织，他们不属于任何事，只会接受名门贵族的委托。李少爷，你到底是招惹了什么人啊？在得知李赞的对头是东方家少爷之后，张老板也是哑口无言，而顾天真气的直接就打电话给了爷爷。电话那头的顾文面露杀意，转告恩公，此事顾家定不会善罢甘休。此时正在酒吧寻欢作乐的东方元硕猛然发现背后出现了两个身材魁梧的壮汉，不由分说的就把他抗出了酒吧，随后并将其甩在了一辆豪车之上。东方元硕还想叫嚣什么，却发现坐在副驾驶竟是东方家的管家星云。随后两人来到顾家府邸，一下车星云便抓着东方元硕的头发前行，并亲自在顾府门前表示，将来东方家定不敢再冒犯小影，而东方元硕也将剥夺少主之位。李赞在上方打着哈哈，顾老爷你找我前来就为了这事？谁料顾文语出惊人，当然不止，小友要的东西老朽已经找到了。万万没想到顾文的决心如此之大，为了帮助李赞能够进入一技之地，竟不惜派出自己的一对亲孙来参加黑鸭死斗场的死斗。要知道死斗场的老板都有些怪癖，即便顾家再有钱也无济于事，而此时的李赞却毫不知情，正在家中摆弄着新带来的炉子，在将顾天真带来的材料悉数倒入鬼炉之后，炉子的内部也发生了剧烈的震动。随后猪妖手捧3件法宝而出，虽然形状各不相依，但是都有护体功效，抵挡筑基期的修士攻击完全不在话下，就算结丹期的攻击也能城下数击。走出房门，李赞看见正在瑜伽的继子，便很顺手的将护身项圈戴在了少女脖子上。继子哪里知道此乃是护身法器，还想着李赞这个傻子终于开窍了。而房门外卜空来一如既往的守着门口，李赞也不废话，将护身手镯赐予了他，表示此物可以助他修行，务必保护好祭慈母女。随后李赞随着顾家兄妹来到了一技之地，一路之上竟听闻兄妹二人居然要参加死斗，而原因竟然就是自己要去的一技之地，那是死斗场老板所发现的，而其性格有些怪癖，就算顾家知道后怎么施压也无济于事，一定要让兄妹二人去参加死斗才可。而爷爷在考虑了许久之后也是答应下来，毕竟要是和死斗场闹得不愉快，难免会耽误李赞进入一技。李赞思索片刻，还是放心不下，表示二人可有万全把握。兄妹二人对视一眼，认为自己虽然级别很低，但是兄妹二人都是上等的超能，就算打不过对手，保住自己的性命没啥问题了。李赞长叹一口气，换作以前，怀有此心态的修士都难以活到筑基，这兄妹二人真是不知人间辛酸啊。于是李赞轻轻扶住天真，双手掌指并握，一阵阵奇怪的感觉涌上少女心头。顾天觉还想问问妹妹的情况，却被李赞反手一指就给在胸口之上。随后顾天觉的超能便整个失控，身上冒出了熊熊烈火，而李赞却表示让顾天觉专心感悟即可。果然随着心情的平复，顾天觉感觉原本躁动不安的火焰没有再焚烧自己的身体，仿佛自己即是这火焰本身。李赞缓缓走向遗迹大门，我已解开你二人的气血，此为找到遗迹的奖赏。闻言兄妹二人齐齐低头，谢恩公指点，日后定为恩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李赞的遗迹之行还没开始，便遇见了麻烦。门口居然设立着一座阴符夺魂阵，哪怕李赞利用大阵弊端分出残魂而入，里面也有着数量巨多的噬魂兽。更要命的是，在大门的背后，居然还藏着一头上古凶物铸金夺魂兽。就在刚刚，李赞带着兄妹二人进入死斗场大门之后，里面混乱不堪的场景着实震惊了顾家兄妹，打架斗殴都是常态，可要闹事的不在话下。此时忽然窜出一个中年小卡拉，对着顾天真便要上下其手，不过下一秒便化作了人形塔克直接飞出。眼见有陌生面孔闹事，一双大手忽然就搭上了李赞的肩膀，正是里面的红环竞技者洛山。眼见新人闹事，便想来耍耍威风，不过明显这次他却惹错了人。李赞充满杀意的眼神让其不寒而栗。与此同时，死斗场分场的场主向南帐端出现，表示这几人都是自己的贵客，刚才的事情就此作罢吧。洛山一边碍于场主，一边又觉得李赞高深莫测，于是便借着台阶骂咧咧的走了。随后几人随着场主来到了办公室之内，一进门李赞便感受到了来自遗迹的灵气，不过在其细细的感受之下，竟发现整个遗迹被一座阴符夺魂阵所包围，此阵能将闯入者的魂魄夺去，不可贸然进入。于是李赞便要场主先为其准备一席座位，遗迹的事情稍后再说。兄妹二人闻言万分欣喜，有了李赞在场，心里的底气都多了很多。片刻之后，场主便为李赞准备好了最佳观赏位置，不过李赞的心思却完全不在这上。他知道阴符夺魂阵虽然会夺去闯入者魂，
但此阵法存在缺陷，那就是对残魂完全无效。于是李赞便分出了一缕神魂来到遗迹之中，刚进入便发现大阵有所变化，一边的石像竟犹如薄雾一般向其袭来。看来遗迹的主人早就料到会有修士利用残魂潜入遗迹，故而设立下数尊噬魂妖进行埋伏。不过这些雕虫小技哪里难得倒李赞，只是一声轻喝，磅礴的灵气便自李赞的周身炸开，无数的噬魂雕像都化作了碎石裂开。而就在此时，李赞猛然一惊，一头生着3眼的红色巨兽猛然扑出，居然是上古凶物铸金夺魂兽。死亡决斗场果然危机重重，仅第一回合顾家兄妹便身处险境，顾天觉直接被阴的双目暂时失明，顾天真更是被对方超能克制的死死的。不过李赞却是完全不担心，因为好戏这才刚刚开始呢。就在刚刚，李赞的一缕元神遭遇了一记大阵的埋伏，不但有着众多的噬魂妖，更要命的是还有一头铸金吞魂兽。不过身经百战的李赞哪里会怕，轻轻一个闪身便躲过去，身后凝聚出无数剑意，一招跪破剑道直接便将巨兽斩杀。不过李赞立马发现不对，无数经书文字涌现，正化作能量准备复活巨兽。好在李赞的剑意无双，既可斩身又可斩心，区区的文字力量更是不在话下。而就当李赞干完一切之后，竟听见了不远处传来救命的喊声，一个眼镜妹竟被人用锁链捆绑于阵法中央。李赞一击将妹子的锁链崩断，表示想活命的话就回去自己的身体，这里不是凡人能够来的地方。随后自己则是坐在地上开始破解起阵法。此时的比赛正好来到了顾家兄妹上场，场外的观众激动万分，不知道养尊处优的少爷小姐们都能撑多久，有不少人都压住了对面的莫氏兄弟。此时弟弟莫后心思重重，不知道万一伤到对面顾家兄妹咋办。不过哥哥莫前却是一脸坏笑，表示死斗场内生死自负，丢了小命是他们自己活该。随着比赛的哨声响起，顾天觉双手燃起熊熊烈火向前突进，妹妹则在背后施展冰锥术进行掩护。不过就当顾天觉的烈火拳即将打到莫前之时，对方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闪避开去，还从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向顾天觉劈下。天觉回身一腿却又完全踢了个空，莫前早已转到了少年的身后，手上一把就撒出了不知名的液体，正中顾天觉的脸庞上，导致其暂时什么都看不见。而后更是狠狠一刀就劈在顾天觉背上。天真眼见哥哥招人暗算，刚想回头帮忙，却被莫后抓住机会用大石击倒。眼见形势已经开始一边倒了，李赞却丝毫不担心，因为他知道胜负才刚刚开始。顾天觉缓缓起身，以前的自己确实无法改变现在的状况，不过现在经过大师的指导，自己早就今非昔比了。给我抱！莫前面对大火的焚烧心有不甘，我刀上涂有剧毒，为何你还能行动？顾天觉灿烂一笑，你这黑市里买来的廉价毒药，怎么可能伤得到我？而一边的莫后还想放下哥哥，转瞬之间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冻成了冰雕，而始作俑者正是刚刚还躺在地上的顾天真。面对兄妹二人的攻势，莫氏兄弟也只好慌乱的求饶认输。至此，顾家兄妹的第一场比赛赢得了胜利。死斗场内居然还有如此之人，竟为了一己私愤，准备当众跟李赞决一生死。可惜他不知道的是，他将面对的是如何强大的对手。就在顾家兄妹击败了对手之后，场上一边哀鸣之声响起，不少的常客都以为这对富家子弟乃是花拳绣腿，大部分的筹码都是压注在了对面，现在可好都赔得一干二净。而顾家兄妹下台之后便直奔李赞而来，希望能够得到恩人的赞赏。李赞表示，两人的表现虽然乏善可陈，但是也并非不堪造就，日后精进自身修为仍可有所作为。就当三人谈话之际，边上忽然传来了一声恭喜之声，正是死斗场的场主向南端前来。借此机会，顾天觉也趁机提出了一计之行，不料向南端却让顾少莫记，刚才有位红环竞技者指名挑战李赞，所以事情还可能要推迟一下。顾天觉刚想破口大骂，就被向南端压了回去。场主表示，黑鸭死斗场有自己的规矩，红环指定的对手必须应战，否则将会终生禁止进入死斗场内。顾天觉还想说些什么，李赞却早已站起表示无妨，自己参赛刚好可以给兄妹二人观摩，但是能参悟出多少，那就只能看尔等造化了。闻言，顾家兄妹感激不尽，深深的鞠了一躬表示感谢。随后，李赞佩戴手环进入门内检测，检测人员惊奇地发现其身上的力量明明要比能力者强上许多，但却又不是操纵者，而且身上又感知不到任何超能。不过鉴于是场主的吩咐，也不管那么多，就将李赞送入了场内。而他的对手正是有着一面之缘的血魔洛山。在前面酒吧丢了面子之后，洛山便一直想着找回场，现在终于让他找到了机会，一上来便火力全开，将身上血液化作刀锋甩出，强烈的攻击打得道体护盾上一阵阵波澜。李赞明白对手还是有点能耐的，要不是手环限制，恐怕能瞬间突破道体的防御。而若山眼见对方只是防守，攻势一波波的接连而来，李赞也不惯着，单脚一跺便将地面震碎，随后运用灵力以石为剑，一招碧华无息乱射而出。若山抽出血液直接来了个对轰，却不料李赞手持石剑突进而来，结结实实的打在其胸口之上。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血魔若山不愧是死斗场的佼佼者，挨了李赞一招碧华无息竟还能起身，甚至在一瞬间就想到了破解李赞护盾的办法。只见他双手猛然发力，将地面一块巨石高高举起，并狠狠地向李赞所在之地砸去。就当巨石即将砸上护盾的那一瞬间，无数的血液竟从巨石中钻出，一股剧烈的爆炸在护盾的正上方炸开。李赞看着消散的护盾微微一笑，能够如此短时间想出突破道体防御的方法，哪怕作为低级超能者也是值得赞赏。此时的血魔忽然咧嘴一笑，小子，你莫非以为我只有这种程度吧？你流出来的血已经归我所用了。李赞听闻猛然看向自己的伤口，不过
过下一秒脸上伤口处的血液竟直接发生了爆炸，死斗场内一片唏嘘之声。估计如此近的距离，脑袋都要被炸烂了吧。然而此时的血魔却很是疑惑，为何广播还不宣布比赛结束？此时的李赞缓缓出现，你确实比我想象的要强上几分，不过也就到这里为止了。若山听闻此言直接怒了，你小子现在身上的血更多了，不信再来一次你还不死。然而血魔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几道凌厉金针飞来，点在他身上各处要血。刹那之间若山便感觉不对，自己居然无法调用体内的超能，而李赞却是双指合拢，绝虚剑士第二招瞬间展出，精神受到重创的若山直接瘫软在地，周围的观众却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毕竟普通人是根本看不见精神之剑。随后李赞便和顾家兄妹来到了遗迹门口，这一次湘南端也是很客气的当起了领路之人，一路之上还询问李赞等人为何要去遗迹之地，自己说那里会死人并非危言耸听，自己的女儿就是误闯其中，结果像是个植物人一样陷入了沉睡。李赞顿时明白阵法中央那个眼镜妹就是香场主的女儿，随即出言表示恋爱已经无妨。还没等湘南端反应过来，兜里的电话便已响起。老爷，刚刚小姐醒了。李赞缓步向前，场主去陪女儿吧，我已知晓遗迹之处，不用领路了。而在死斗场的诊所之内，若山却遇见了一个人，正是好久不见的东方元硕。看来一场新的阴谋又要开始了。3000世界难道真的有平行空间吗？不然此界为何会存在着与李赞所在的修真界相同的宗门？还是说此处修士也是一代大难，穿越到此最终开宗立派？就在不久前，李赞带着顾家兄妹进入了遗迹之中，一路上崭新的打斗痕迹都被顾天觉看在眼里，而顾天真却毫不在意，只是觉得周围的香味变得浓郁了起来。李赞单手使出一个小七星阵法，一掌之下便将隐藏的大门显现了出来，一个巨大的头骨竖立在无数的头骨之上。只见此时巨大的头骨猛然张嘴，献出你们的一切吧。李赞眼神一冷，无形的威严散出，你吞得下吗？下一秒大头骨便出现了道道裂缝，随后便直接一分为二。如此表现直接惊呆了顾天觉，顾天真更是化作小迷妹崇拜不已。而当李赞他们三人走向遗迹内部之时，背后却忽然出现了几道人影，正是东方元硕和血魔，其背后还有2名能力不详的9级超能者。走向遗迹内部的一路上阴森恐怖，不过顾天真却发现香气越来越浓。李赞突然意识到天真对灵力要比寻常修士敏感，看来以后可以重点培养一下。片刻后，李赞三人进入了洞府之内，无数的珍藏异宝看呆了顾家兄妹，而边上一个金丝楠木的盒子更是深深的吸引了顾天真，脑海里只有一个想要打开盒子的想法。就当盒子开开的瞬间，一只4眼恶灵猛然窜出，缠绕着顾天真发出怪笑，好一具灵力充沛的身体，以后就归我所有了。话音未落，李赞一记碧华无息就已射出，打得恶灵魂飞魄散。顾天觉趁势上去扶住妹妹，而罪魁祸首也飞入了李赞的手中，竟是一块刻着血魄宗的宝玉。先前李赞便觉得此遗迹的布置与血魄宗相似，现在看到宝玉更是疑惑，为何会存在着与我的修仙界相同的宗门？不过道法曾约仙途共有3000世界，其他世界存在名号和习性相同的宗门也不足为奇。就在李赞还在思索之际，忽然心生感应，边上的墙壁竟被一道闪电轰了个稀碎。烟尘之中，若山缓缓走来，小子，这次没有死斗场手环压制实力，让我给你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绝望吧。李赞这次陷入了大危机中，血魔这次找来的帮手，一个拥有无限回复的能力，堪称超能界的肉弹战车，另一个则能将元素超能转化成子弹，拥有强大远程杀伤力的枪手。而此时的血魔没有了手环的限制，实力更是达到了恐怖的终极操纵者水平。只见他一上来便是3颗血液飞弹急射而出，李赞一个低头直接闪过，不过射在墙体上的血液竟直接开始引爆，强大的威力竟然连道体护盾也只能堪堪挡住，而紧随其后的攻击更令得李赞防不胜防。无奈之下，李赞只好取出一柄长剑，随手甩出几道剑锋，却被血魔轻松挡下，还顺势甩出了伤口之上的血液，凝聚成无数锋利的尖锐。李赞双眼一眯，这个招式将血液凝固，血中蕴含的灵力会进一步聚集，所引发的爆炸也会更加强力。看来这就是另一个超能者的能力。随着一招道斩无图使出，尖锐纷纷被斩得粉碎。而就在此时，那个随血魔前来的胖子却飞扑了过来，李赞随意的一个侧身便躲了过去，不料胖子的背后竟冒出无数血液尖锐，直接就在原地发生了爆炸。幸好李赞反应及时，灵月剑法禅月庇佑使出，这才保住了自己不受重伤。血魔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上前，小子，这胖子的超能乃是恢复，就算多重的伤也没关系，代价无非就是重新长出来的脑子会有点问题，也不知道你能抗下几下人肉炸弹呢？李赞缓缓起身，若只有这点本事，那便是我高估了你。随即少年单手轻抚剑身，广和碧华相续使出，直接便将血魔放倒在地。就当李赞想给若山最后一击之时，心中忽然生出警觉之意，随即将剑一横便弹飞了一发子弹。不过那枚子弹在经过李赞身边的时候，却忽然迸发出了一股雷电之意，毫无防备的李赞顿时全身麻痹，单手之剑跪倒在地。血魔乘机将胖子带了回来，满脸阴笑的说道：小子，你不会以为他的超能只是将我的血液凝固吧？世间的各种元素超能，他都可以转换成子弹的弹头，并在需要的时候释放，他才是我真正的杀手锏。而你就乖乖
的认命吧，今天你是不可能打败我们的。李赞闻言微微一笑，一个响指忽然打响，那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你我之间的差距吧。李赞的二哈终于再次发威，一口地狱火吐的三人退无可退，面具枪手直接射出一发冰弹，形成一道冰墙。血魔则躲在掩体之后询问为何不将火焰直接凝固，枪手则表示这不是一般的火焰，自己完全无法控制。无奈之下，三人散去冰墙，准备先杀李赞，却不料三头犬早已等待多时，血盆大口直接便将胖子含住。血魔眼见不对，直接甩出了血液炸弹，剧烈爆炸之下，三手犬忍痛吐出了胖子。不过此时李赞一个闪身来到血魔背后，一记上挑却被若山直接躲闪过去，而身后却传来了子弹的呼啸之声，转瞬间便被一股火焰旋风包裹了起来。血魔见状趁势便想上前甩出血影，不料却被一道剑气直接刺穿，而处于旋风中心的李赞只是轻轻的一个伞子，周身的火焰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此时的枪手还想趁机偷袭，不知怎么手中的 98K 却忽然炸膛，无穷的火焰之力将枪手整个人都烤得外焦里嫩，弄得血魔满脸诧异之色，难道是超能莫名的释放吗？殊不知李赞早已看透了枪手的超能，只需逆转施法，那么便可以让本源直接释放。而那边胖子的恢复能力再强，力量也始终有消耗殆尽的时候。此时的血魔已经深深的绝望，忽然就爆发出全身的力量，想要与李赞同归于尽。不过在一阵剧烈的爆炸之后，李赞却是毫发无伤，而血魔则是不见了踪影，只在爆炸中心留下了一个血红色的珠子。顾家兄妹眼见势了，急忙上前，不料李赞却说还没完事，手指一挥，直接炸向边上墙壁，正是东方元硕躲藏在此。眼见李赞运用灵力举起无数石头，东方元硕赶紧跪地求饶，不料片刻过后，却发现身上毫无痛感，回首望去，发现李赞早已走远，扶起的石块只是当作桥梁来用。见状，东方元硕立刻起身，带着一瘸一拐的伤腿向入口跑去。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入口之处布满了摄魂小妖，普通的凡人哪里能够逃脱？转瞬之间便化为了小妖的肥料。而此时李赞三人来到了一座羊头雕像面前，一把长剑深深的插在羊头之上。李赞一握便知此乃允金打造的宝剑，虽已损坏，却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而当李赞将宝剑拔出之时，无数的血水忽然就喷涌而出，刹那之间便将李赞整个人淹没。没想到血魄宗的秘境灵眼居然被人堵了，还放了一只炼气9层的夺妇镇守于此，这对李赞来说不仅是大危机，也是一场不可多得的机遇。就在刚刚李赞拔出了羊头之上的宝剑后，无尽的血水忽然就从裂缝涌出，吓得顾家兄妹连连后退，还以为李赞触发了什么超能陷阱，谁料李赞只是摆了摆手，让顾家兄妹自行处理遗迹中的法宝，而自己则是一脚便踏入了血水之中，转瞬之间便来到了另一处空间。这里正是血魄宗的灵眼秘境。要知道灵眼乃是天地初开之际便存在的泉口，世间的所有灵气都是由灵眼所释放而出。不过不知为何此处的灵气居然如此稀薄，就连只生长在灵眼秘境的素托花现在也是奄奄一息了。李赞轻轻的捏碎花朵，想让其带自己找到灵眼所在之处。素托花也是不负所望，飘飘荡荡之间便来到了一处广场中央。李赞停下来细细观察，此地正是灵眼所在之处，但是不知究竟何人竟然对灵眼施加了封印，完全的阻止了灵气的外泄。而就当李赞轻轻的触摸封印之时，整个广场忽然就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阵，一只炼气9层的夺妇忽然就出现在了广场中央，嘴里不停的嘀咕着擅闯禁地折死姐子。李赞刚开口询问何人命你镇守此地，夺妇便直接一跃而起，气势汹汹的朝李赞扑来。眼见对方完全不具备神智，李赞也是只好跃气躲过攻击，落地后使用短剑斩出一招跪破剑头，吃痛的夺妇只能仰天长啸。李赞趁势一招碧华无息接上，夺妇胸口的铃铛被直接一分为二，整个身体也直愣愣的倒下去。不过李赞却是一脸严肃之意，因为他知道接下来才是夺妇真正的面目。重新起身的夺妇更加强大，直接甩出无数的触手袭来，李赞瞬间就被捆得严严实实。不过幸好允金短剑足够锋利，几个来回之间便将触手纷纷斩断。面对强大的夺妇，李赞深深的明白，这是危机亦是机遇。在满是超能的世界筑基是种什么感受？要知道原本的修仙界筑基之法由高至低分为天地人3等，而三者之间有着云泥之别，对修士的影响可谓不可估量。前世李赞踏遍四海八荒，才寻得一本地阶筑基功法地起波澜，不过前世自己有师尊相助，才能达到地阶筑基，而如今在这超能世界灵气如此稀薄，达成筑基难如登天。不过自己重来一世，道途怎能就此后退？纵使前路再艰难险阻，今日我必达成地阶筑基。心意一定，李赞一跃而起，手中断剑狠狠刺向夺妇的眼睛。吃痛不已的夺妇只好仰天长啸，而李赞却发现随着夺妇的受伤，地上的封印也在渐渐的变弱，并且天生道体正在不停的吸收封印上的力量。那么既然如此，自己拼死一搏，也要再次达成筑基。想到这里，李赞直接念起了筑基口诀，身边的灵力更是快速的朝他涌来，随之而来的是夺妇更加疯狂的攻击。不过此时李赞灵力大涨，一手飞剑使得出神入化，不停的攻击将夺妇打得苦不堪言，随即便释放了身上的诛罪之意。只见瞬间天空便布满了红色的眼球，无数的攻击打在李赞的躯体之上。李赞轻轻的吐出了一个父字，瞬间广场中央便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待烟雾散去之后，只留下一个巨大的深坑。夺妇观察了半天也没发现李赞的身影，以为入侵的敌人已经死了，便转身扭头想要回去封印之中。不过就在此时，夺妇身后猛然窜出一个身影，仅仅一击便将其打得跪倒在地，而来人正是李赞。此时的他不破不立，不伤不起，地阶筑基已经完美
美的达成。失痛的夺父还想故技重施，施展诛罪之眼困住李赞，却不料完成了筑基的李赞已经能御空而行，一招灵月剑法兵尽天下，更是将夺父给冻得严严实实。虽然夺父很快就挣扎了出来并发起反击，不过这些攻击已经入不了李赞的法眼。绝虚剑法的第二招型更是升级进化，分化出无数的李赞，仅仅一击便直接让夺父分崩离析。而在夺父消失之后，灵眼的封印也随之解除。片刻之间，整个大地鸟语花香，就连在灵眼之外的顾家兄妹也感受到了灵气的复兴。而在顾家的府邸，顾文端着茶杯轻抿了一口，这一天我顾家终于等到了。没想到灵眼之内居然封印着一只猫耳娘，其本体乃是可窥探天道因果的映照猫，天生蓝黄双瞳，具有极强的魅惑功效，就连李赞一不留神都陷了进去。不过猫女的弱点也是极其明显，只要捏住她的耳朵，那么其就可以让你为所欲为。此时东方家家主东方宇安正和姬家公子姬轩商讨事宜，耳边的电话却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原来东方元硕的身上安装了生命检测器，被摄魂妖吞噬了之后便发现了不对。姬轩看东方宇安愣在原地，便询问何事，而东方宇安也是瞬间调整心态，笑眯眯的表示只是小事而已，自己已经派人前去解决了。随后在一番寒暄之后，东方宇安表示自己要先去准备东西，让姬轩先快活一番。不过当东方宇安走出套房之后，整张脸便瞬间的阴沉了下来。顾家，你们居然敢害死元硕，等我进入了那个组织，定要叫你顾家家破人亡。而此时的李赞完全不知将要来临的风暴，整个人正盘腿坐在灵眼上吸收灵气，忽然之间灵眼的核心中冒出一个箱子，不偏不倚的正好落在了李赞身后。一只紫色的猫咪猛然窜出，嘴里还嘟囔着说终于是自由了。与此同时，小猫也看见了面前的李赞，两只一同之间瞬间就冒出光芒，这不是天生道体吗？还是天阶筑基？要是能傍上这位天骄，自己的猫生不就前途无量了吗？面对小猫的注视，李赞只是微微的斜了斜眼，立刻便一巴掌拍向了地面，吓得猫咪直接一个哆嗦，瞬间就摆出了防御姿态，想让李赞给自己道歉。而李赞却是选择了完全无视小猫，随后便直接准备回到遗迹之内。不过幸亏小猫自报了名号，说自己乃是鼎鼎大名的映照猫，可窥探天道因果轮回。闻言，李赞这才稍微来了点兴趣。不过当询问到映照猫如何被封印在结界之时，他居然满脸幽怨的说自己也不知道，一觉醒来就到这鬼地方了。闻言，李赞也是无语，表示连自身的因果都把握不住，中看不中用啊。此言一出，映照猫瞬间石化，无奈之下只好放出大招，进化身猫耳娘跃上了李赞的背后，还轻声细语的说只要李赞肯带他离开，自己愿意成为他的道侣，做饭暖床样样都会。只有李赞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面对如此诱惑，李赞脸色冰冷的吐出了一个滚字，周身灵力瞬间炸开，直接便将猫女弹飞。而猫女只是邪魅一笑，表示自己看上的男人不会有错，李赞这个天生道体，自己要定了。随着命定之瞳的发动，李赞也陷入了幻境之中。在幻境中，李赞渡劫失败，而猫娘则成了其唯一的救星，只要与其合作便可渡过天境。眼看李赞向其伸出大手，猫娘的心中无比的欢愉，不过下一秒就耳朵一痛，整个人都酥软了下来。知道不妙的他立刻便向李赞求饶，换来的却是李赞的一声轻笑。灵眼入口之处，顾家兄妹正在修炼，忽然之间羊头又开始冒出血水。李赞和猫女缓缓地从水中走出，望着新出现的猫女，顾天觉连忙询问这是何人。猫耳娘咧嘴一笑，本猫水游，李道友的新晋道侣幽。李赞这老色批竟让水游穿上了女仆装，还美其名曰是让他更快地融入现代社会。不过水游惊人的饭量却是征服了顾天真，自己啥时候才能像这位姐姐一样胡吃海喝呢？顾天觉随即说到东方元硕出事，自己家族担心季姑娘和柳太太的安危，已经将他们接到顾家了。李赞闻言松了口气，这样也好，自己办事便不用分心了。而在季慈家的顶楼，悟空来正和一名杀手对峙，明明李赞根本就不在家，杀手却一定要闯入屋内，解释不清的鼓怒火中烧，反正讲道理是没用的，那么就打一架吧。杀手猛然拔剑，直接一个突刺便袭了上来。悟空来不慌不忙地变出盾牌，牢牢地抵挡住这一剑。不过下一秒补便发现不对，杀手的剑竟然将盾牌直接洞穿，而身上被刺中的部位还传来了奇怪的感觉。杀手发出了一阵嗤笑之声，表示大家虽然都是同属性异能，不过自己的更胜一筹，乃是能将金属腐蚀的异能。话音未落，杀手直接一个上挑拉剑，不但将古的盾牌割损，还将其的左肩斩成重伤。而古空来也是发现自己受伤的肩膀居然完全不能恢复，无奈之下只能左手幻化出机枪扫射，一边急速后退思索对策。不过机枪射出的子弹却是完全拿杀手没有办法，一招摇剑便将子弹纷纷弹飞。此时的李赞和水游已经来到了对面的屋顶，眼见形势不妙，水游询问李赞为何不出手相助，没想到李赞只是淡淡的说道不必，自古以来修士都要经过生死历练才能有所成，如果连同级的对手都敌不过，哪里有资格追随自己？此番言论引得水游一阵白眼。此时的古空来已经穷途末路，整个人瘫软的靠着墙壁坐着。不过就当杀手准备给其致命一击时，古空来忽然想到自己曾经的誓言，为了保护自己重要的东西，自己要变得更强。想到这里，补猛然起身，一只手飞速的抓住袭来的长剑，整个人散发出一股可怕的气息，全身的伤势都开始迅速的恢复。杀手惊讶的发现自己的腐蚀之术已完全失效，连忙一个闪步退向身后。此时的古空来缓缓起身，全身的皮肤闪烁着钢铁的光芒，他
他竟然直接进化成10级能力者金属狂涌。随后古空来直接直拳出击，仅仅一击便将杀手打得飞出数米开外，委屈的坐在地上怒吼：“打架就打架，报一算什么鬼啊！”古空来不想废话，还想继续出去，不料边上却传来了一声：“就这样吧。”回头一看，正是李赞带着水流前来，目的则是准备询问杀手幕后主使。不过杀手却表示自己乃是专业人员，就算是死也不会告诉李赞。李赞脸色冰冷，水油问他幕后主使到底是谁。肩上的水油瞬间化为人形，主人就交给我吧。为了能得到杀手的消息，李赞竟让水油施展了魅惑之术，刹那间杀手便进入了幻象之内。一双纤纤玉足正缓缓地伸向自己，而玉足的主人正是杀手组织的头目梅姨。为了表彰杀手守口如瓶的专业精神，梅姨也是决定将自己作为奖励，弄得杀手既是开心又是紧张，表示自己一定会将黑水帮发扬光大。而当梅姨听到了黑水帮3个字后，整个人却神情大变，手上一个发力便将小伙送去了极乐世界。楼顶的捕空来看着杀手正在发愣，好好的小伙咋就一会傻笑一会发癫，还不知看到了啥就忽然死了。此时水油也回过神来，告诉李赞杀手乃是一个叫黑水帮的组织派出，但是与东方家并无来往，也不知道为何要雇人袭击李赞。然而李赞却不以为意，表示直接去看看不就知道了。于是在黑水帮的府邸外围，几名黑帮成员正在搬运超能晶石，一发小型导弹却猛然袭来，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便直接炸响，发射者正是金属狂涌古空来。剩余帮众还想着用异能将其打下，边上却忽然窜出了水油妹子，一阵爪击便将几人撕裂，还不忘装杯的舔舔小手，真是太弱了，就没人能陪本猫好好玩玩吗？外面剧烈的打斗声瞬间便引起了内部的警惕，黑水帮的首领盲蛇还以为隔壁白虎帮又来闹事，却不料窗户直接碎开，一个少年手持短剑而入，盲蛇一阵大惊，嘴上呵斥着什么人，手上超能却化为一条巨蟒而出。李赞一剑将其斩断，不是你找人杀我，现在却在这里装傻。盲蛇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你小子就是李赞，看来是有些本事，居然能通过3级防御来到我黑水帮，怪不得能杀掉我的摇钱树落山。李赞一听便知道了咋回事，一道剑锋甩出便想了结，不过边上坐着的少年却单手硬接了下来。李赞眼神一眯，居然是相当于筑基后期的超能者。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两人正在谈论什么大事，为了合作成功，穆公子决定出手帮黑水帮一把。李赞还想说些什么，穆公子却忽然发难，一道绿色的光芒猛然射出。李赞本以为自己已经轻松躲开了，却不料身后传来了一阵咔咔作响之声，刚才被绿光击中的木居然化作一张大嘴，狠狠地向少年咬来。李赞居然遇到了难得一见的操纵师，其手中射出的超能居然能激活各种物体。此时几只衣柜组合成一只庞然大物向李赞袭来，毫无防备的李赞只能向后退去。穆公子眼神冰冷，你要是现在离开，我还能留你一条小命。听到对面的少年口出狂言，李赞只是微微一笑，这个表情也成功的引起了穆公子的怒火。大手一挥，背后的操纵物便吐出了无尽的火焰，而李赞随手就是一招水中观月，不但将此火灭散的无影无踪，散发出的剑气更是直奔穆公子去。虽然被其侥幸躲了过去，但是房顶却在下一秒被削成了2半。此时的穆公子还惊魂未定，却猛然发现李赞已经持剑冲来，他立即召唤衣柜挡在自己的身前，顺便将桌子内的几柄手枪激活。不过子弹的速度却完全跟不上李赞，只是瞬间李赞便已近身，一个上挑便将衣柜劈成了2半。望着眼前惊慌失措的二人，李赞不由得想起了前世的唐门傀儡同是操控之术，两者的差距真是云泥之别。此时穆公子眼见不是对手，直接便将异能解除，随后双手一摊，表示自己只是来谈生意。李赞口中的事与己无关。见状，李赞也不废话，直接上前询问幕后之人在哪。不过他却完全没注意，脚下有着无数的丝线密布，在一个瞬间便携带着大量石块飞来，结结实实的将李赞包了个纵。盲蛇喜出望外，还想着一鼓作气将李赞解决，而李赞却是不慌不忙，嘴里轻轻吐出4个大字：无身为剑。刹那间耀眼的光芒直冲云霄，李赞身上的石块全部震得粉碎。穆公子见状还想负隅顽抗，却发现自己的操纵物竟临阵倒戈，将所有的攻击都挡了下来。见状，穆公子终于认识到了两人的差距，毕恭毕敬地向李赞认罪，并表示不再过问此事。而李赞也不废话，手持短剑便逼向盲蛇，直接就将其斩于马下。而在死斗场的一间屋内，眼镜妹正幻想着要和李赞生猴子呢，却被父亲一掌轻轻地拍在了头上，表示女大不中留啊。不过那个李赞确实是个人才，并且死斗场还有他需要的东西，以后你们一定会碰面的。黑帮转换权力的速度未免快了些，李赞只是干掉了他们的老大而已，手下的小弟便纷纷倒戈。而如此的原因只是先前的老大梅姨曾定下过强者为尊的规矩，只要有人能击败现任帮主，那么余下帮众便会无条件服从此。李赞缓缓走到凳子前坐下，很好，你转告下梅姨吧，就说黑水帮已经易主了。这操作看得穆公子目瞪口呆，这也太狂妄了，居然大张旗鼓的挑衅。退下的二统领朱奎一阵窃喜，激怒了梅姨，回来弄死这小子，统领之位不就是我的吗？而李赞见到穆公子还不肯离去，便开口询问其还有何事。而穆表示自己家族专门制作药剂，旗下有无数矿产和药铁，
但是碍于缺少提纯技术，才不得已和盲蛇合作。眼下李赞既然已经掌管黑水帮，那不如给我穆家一个机会合作。闻言，李赞瞬间来了兴趣，表示如果有上品草药，自己也不是不可以合作。随后便起身让穆公子先回去准备，等到一切妥当之后，便去顾家寻他。片刻之后，在顾家豪宅之内，顾文上来便恭喜李赞实力大涨，并表示自己特意为其选了一座雅居，风水环境极好，对修炼会大有益处。李赞看着沾满了灵气的钥匙，明白顾家也是花了血本的，随即便起身走到顾文面前，双指合拢，瞬间点在其额头中央，老爷子整个人都飞了出去。一边的顾天觉脸色铁青，恩公这是怎么回事？话音未落，顾文便双手撑地站了起来，感受着从脚下传来的支撑感。顾文两眼老泪纵横，多少年了，不曾想自己居然还有机会站起来。随后顾文直接跪倒在李赞面前不起，表示自己必定肝脑涂地报答恩公。而李赞只是微微一笑，忠诚于我，你会得到更加强大的力量。少妇只是在泳池游了个泳，自己的黑帮就被人给一锅端了。不过他却丝毫没有气急败坏，还言明要亲自会那个少年。而此时的李赞却在顾家兄妹的带领下，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庭院之中。虽然不及前世自己的洞府，不过灵气程度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完全够。于是，在告别顾家兄妹之后，李赞便从怀中掏出了鬼鼎等物，命令猪妖利用血珠将短剑修复。在其等待了781分钟之后，鬼鼎忽然开始剧烈的抖动起来，一股紫气自炉内喷涌而出。只见原先残破不堪的断剑，现在已经崭新如初。猪妖立功赶忙上前讨要奖赏，李赞却是一声不忙之后，整个人腾空而起，便想要试验下新剑的威力。随着灵月剑法无形的使出，这面整座山峰都被剑气夷为了平地。李赞此时欣喜若狂，这威力比前世地阶筑基都强，没想到自己重活一世居然有此境遇。然而下一秒，李赞便感到不对，身体内的灵力忽然不受控制，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在身体里乱窜，整个人不由自主地朝着下方摔去。不过幸好其没有飞得太高，只是将地面摔出了一个小小的坑洞。李赞还未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水游却在一边嗤笑了起来。原来李赞进入的筑基根本就不是地阶，而是传说中的天阶筑基，两者之间的差别犹如云泥之别。天阶筑基的强大便在于扩大了灵力的输出，使用普通的功法容易使气机外泄，从而流失大量的灵力。水游还表示自己有办法能帮李赞，不过需要双修才可。李赞一阵无语，接着又询问水游自己要多久才能恢复。水游表示虽然灵力容易过度消耗，但是天阶筑基可以快速吸收灵气，倒是并无大碍。不过在金丹之前的话，只有找到高等术法才能避免灵力流失了。此时两道身影缓步从大门走进，穆公子上前一步恭敬地说道：“李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每个家族总有些奇葩，仗着自己的身份为所欲为。上次是东方家长子东方元硕，而这次则是穆家长媳洛春心。就在刚刚，穆飞带着李赞来到穆家药园之时，却发现一张通行证完全不够用，毕竟当初没有考虑到李赞还会带个妹子。面对如此尬境，李赞却丝毫不在意，挥了挥手表示无妨，气得水游整个人都要爆炸。穆飞连忙在一边安慰，并拿出了一根百年猫草在水游面前摇晃。水游嘴上说着自己不是一只猫，身体却不受控制地冲了上去，真是将猫的尊严都丢了一地。随后在管家的带领下，李赞两人也顺利地来到了药园，一进去就是琳琅满目的药材。穆飞表示整座药山都是自己家的，李赞看上啥都可以随意拿走。片刻之后，一株玄阶的温灵草便映入了李赞的眼帘，而穆飞却不知药材的用处，言明药山的外围都是低劣品质，不如去别的地方先看看再说。李赞却表示不用，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随后便将温灵草置于双掌之间，催动内力将药材的药性萃取，紧接着双拳猛然一震，萃取的药性随即飘散于四周。穆飞还想询问李赞发生了什么，却发现其自顾自地向前迈，嘴中还念叨着大道茫茫，落子无悔。巨大的冲击力震惊着穆飞幼小的心灵，不过片刻之后便反应过来，药田外围居然被李赞全部毁了。还未等李赞开口，一声什么人便从耳边传来，正是穆家长媳妇洛春心。听见爆炸之声前来查看，穆飞还想帮李赞解释什么，不料看穆飞不爽的洛春心直接一个大耳刮子便扇了过来，下一秒却被李赞紧紧握住了手腕。洛春心哪里肯罢休，一个闪身退了开去，直接便施展了木系超能树灵庇佑，不过却连少年的边都没摸着。李赞嘴角带着意义不明的微笑，就这点能耐？洛春心直接暴走，混蛋，你这是找死！叶家媳妇洛春心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居然会死在自家的药山，而杀他的居然还是一个无名之辈。就在刚刚，洛春心成功的被李赞挑起了怒火，其身后幻化出一只巨大的木系精灵。穆飞见状便知道不妙，看样子嫂子是真的生气了。洛春心小手一挥，催动精灵发出数道攻击向李赞飞去，而李赞却是毫不畏惧，反而想着试试筑基7道体的强度。急得慌忙逃窜的穆飞大声呼喊，下一秒无数攻击便纷纷打在了道体护盾之上。待到烟尘散去，李赞装杯的拍了拍衣服，就这，你是没吃早饭吗？此言一出，洛春心直接炸了。自从嫁入穆家之后，还没有人敢这样和他说话，今日势必要这少年好看。穆飞在一边大声提醒李赞小心，此乃自己嫂子的杀招柳叶迎风舞。李赞当然明白洛春心的状态，木属性领域能短暂的提升修为，那么下一击恐怕是有结丹期的威力。随着木系精灵突袭喷出，李赞站立的地方也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穆飞已经绝望的闭上了双眼，不过下一秒惊喜马上到来，一声还是太弱了传入了穆飞耳中。站在原地的李赞居然毫发无伤，顺势还一击掌心雷直面轰出。洛春心急忙召唤木精灵抵挡，然而瞬间就被掌心雷给轰得稀碎，攻击的余波也让洛躺在地上无法动弹。本想看在穆飞的面子上这件事就这样算了，谁料洛春心居然破口大骂，说要将
将李赞千刀万剐，再杀光所有与李赞有关之人。龙有逆鳞，触之必亡。听闻此言，李赞也不再收手，直接上去掐住洛春心的脖子，手上一个用力，便直接将其送走。穆飞跪倒在地，这下子是真的完了。自己的嫂子死了不爽，连药田也被毁了大半，自己家族问罪下来，怕是难逃一死。不料李赞却在此时燃起灵力，嘴中默默念道：“以我身灵滋养万物，万象生穷，天道归元。”话音一落，所有的药草便全部恢复了原来的样貌，而李赞更是引来无数灵气，汇聚成一块拳头般大小的晶石。此时的穆飞喜笑颜开，有了李赞晶石的保证，家族振兴不过就是时间问题。片刻之后，李赞回到了自己家中，厢房之内居然传来了顾天真的救命之声。李赞想也没想便冲了进去，下一秒整个人便呆愣在了原地。男人死了，老婆却一脸开心，只因他得知罪魁祸首将给家族带来无尽的荣耀。有了财富之后，什么样的女人还怕找不到吗？就在刚刚，李赞冲进了厢房之内，映入眼帘的却是两女嬉闹的场景。李赞慌忙退出，关上房门，脑海里的图像却是怎么也挥之不去。水游看着红着老脸的李赞，急忙上前表示少年如果有任何需求，自己都可以帮忙解决。眼看李赞没啥兴趣，水游马上又提出自己找到了防止灵气消耗的办法。闻言，李赞立马来了兴趣。只听水游说有一种丹药叫结灵丹，此丹不仅可以减少灵力消耗，还能稳固道心，增加冲击结丹时的成功率。闻言，李赞表示自己从未听说过，究竟是要从何处获得？水游跨坐在李赞身前，让姐吃饱了就告诉你在哪里。关键时刻，顾天真拉着祭慈前来，一进门便发现了貌似情况不对，心虚的李赞只能一把推开水，并先开口询问祭慈怎么回到这里。季大小姐扭扭捏捏的表示自己有事要拜托李赞，而且自己只想单独和李赞一个人说。望着远去的二人，水游的心中警铃大响，该不会李道友喜欢的是这一类型的妹子？而在庭院之中，祭慈也向李赞吐露了心声。原来顾天真和他说了最近的事情，自己总觉得一点忙也帮不上，所以这次他将李赞约出来，便是想让他指导自己。李赞思索了半天，却吐露出不行二人。伤心欲绝的祭慈转身便要离开，却又听见李赞加重了语气：“超能太弱了，我要教你修仙。”而此时的穆家会客厅内，一名男子匆匆跑来，正是穆家长子穆启明。一进门便向家主诉说自己老婆之死。与此同时，穆飞也从药园赶了回来，并从怀中掏出了李赞炼化的晶石。虽然得到了家主的认可，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之后晶石生意由他大哥穆启明接管，而自己暂时禁足3个月。望着得意洋洋的大哥，穆飞也是冒出了一句：“李先生可不是那么好相处的人。”祭慈的修仙之路终于要开始，而代价则是放弃了自己的治疗系超能。不过为了能和李赞一起，妹子也决定冒险一试。于是李赞用出了绝虚剑法蝎自诀，点在了祭慈各处穴位之上，瞬间祭慈便感觉整个人疼痛欲绝，周身的经脉仿佛被撕裂了一般。而李赞却表示这是正常现象，自己运用内力打通了祭慈的经脉，为的就是让祭慈能尽快的感受到灵力波动。随后李赞还让祭慈试着将灵气汇聚在手心，慢慢的感受灵气的波动，再随着意念释放出来。下一秒一声轻响便直接出现，季妹妹泪水横流，果然自己就是一只菜鸡啊！然而李赞立马便发现了一件事情，周围的灵气居然不停的朝着祭慈涌去，妹子居然是罕见的空灵根体质。要知道当年有前辈便是空灵根，自创了无视天道规则的功法，甚至构筑了令仙界为之忌惮的一方世界。此时的祭慈看李赞满脸笑，还以为其在笑话自己，不料李赞一个转身，表示今日先到此为止，罕见灵根需要至纯灵气来修炼，自己先去解封灵眼再说。而在厢房之内，顾天真正一边吃着零食一边看着电视，新闻直播表示最近女大学生频繁失踪，警方希望大众能够提供有用线索。于是在祭慈说要出去走走的时候，顾天真也是很贴心的提醒他要注意安全。而来到穆家的李赞也是忽然发现，迎接他的居然不是穆飞，而是另有其人。男人一上来便自称是穆飞大哥。穆飞由于生病在床不方便见客，所以由他来接待李赞。李赞转头就走，自己又不是和穆家做生意，没有穆飞再有啥好谈的。穆启明还想拦住李赞去路，却被一句话给对了回来：如果不想和你夫人一个下场，那就快滚。穆启明看不惯李赞，却又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李赞离去。随后水游表示自己能靠气味找到穆飞，结果两人在荒郊野岭荡了半天，却毫无踪迹。又走了大半天之后，来到了一处仓库所在，门口有几个卡拉米正在打牌，看见水游妹子还想上来乐呵乐呵，却不料是遇见了硬茬，3下5除2就被打倒在地。而当李赞拉开仓库大门的一瞬间，关押着无数少女的笼子出现在了眼前。东方家竟丧心病狂的开展了人体实验，这次居然连穆家的大小姐也敢下手。就在刚刚，李赞打开了仓库之后，无数被关押在笼子里的超能者出现在了眼前。水游不解的询问李赞，这些不都是超能者吗？为何会被外面几个小卡拉给困在这里？李赞微微瞥了一眼，便表示所有人都被一种莫名的手段给封住了灵气，但是仅凭外面几人是肯定不够。此时仓库的顶端忽然传来了一阵沙沙之声，一个半人半蛇的物体出现在了房梁之上。水游慌忙摇动着李赞的胳膊，蛇，有蛇！上面的蛇人舔了舔紫色的嘴唇，没想到守仓库还能捡着好宝贝，小子，把你的超能献上来吧。李赞闻言呵呵一笑，真没想到这世上还有人妖双修体，好像有那么点意思。上面的蛇人闻言直接炸了，说我人妖，那你就直接给我去死吧！不过尾巴扫动的瞬间，一层金色的光芒笼罩住了李赞，眼见物理攻击毫无效果，蛇人立马发动了美杜莎之眼，期待在瞳术的作用下李赞会直接爆。而李赞的天眼也不是吃素，一式天启破直接发动，不但将瞳术完全化解，就连蛇人头上的美杜莎之蛇也全部烧尽。这种感觉让蛇人感觉就像案板上的肉。巨大的恐惧之下，蛇人火力全开，一招
冲击激射而出，刹那间李赞站立之地只剩下金光碎片闪烁。蛇人站在原地自嗨，只可惜了那么美味的超能。话音未落，李赞便已从一边杀出，绝须剑一往自绝自指尖爆射，耀眼的金光顿时闪遍了整个仓库。而当水游醒来之时，却发现蛇人已经被李赞给捆成了一个粽子。在李赞的逼问之下，蛇人表示自己只是东方家的一个实验体，当时自己被东方家关进一个透明的容器，随后便注射了特殊的溶剂，醒来之后自己便变成了这副模样。李赞听闻之后，便让水游处置蛇人，自己则在仓库深处寻到了穆飞的踪迹，将牢笼打破之后，便询问穆飞为何会在此处。而穆飞表示自己大哥让其送灵芝到屠宰场，不知为何到了以后便浑身无力，当场晕倒。听到屠宰场草药和妖修3个关键词，李赞忽然想起了一个门派，对上了，就是他们的手段。为了能得到灵气外泄的缓解方法，李赞竟不惜跟水游小姐姐玩起了暧昧，借助天道猫高超的幻化技术，伪装成穆飞进入东方家内部。此时一辆重装卡车缓缓驶来，稳稳停下之后，便从车上跳下一个黄毛，看着凌乱的地面，黄毛询问蛇人发生了何事，蛇人则表示只是有几个小家伙想要逃跑，自己料理了而已。随后表示 K 博士要的穆家小姐就在仓库门口。黄毛细细打量了一番，确认无误后便装车走过，而仓库门口赫然又出现了一个穆飞，还询问李赞前去会不会有危险。原来就在之前，李赞从蛇人口中得知对方马上会派人来取。原本自己也不想多管闲事，可是此时水游竟表示阻止李赞灵气外泄的办法就在这些人妖身上，而且自己也有办法帮其混入敌方内部，不过要先奖赏一个香吻，自己便可以告诉于他。看着水游越来越近的小嘴，李赞毫不客气地捏了下去，说正事。眼见少年不解风情，水游只好说出想法，自己可以用幻术伪装成蛇人，再将李赞装成穆飞，便可以堂而皇之地混入东方家。在得到李赞的同意之后，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而此时的货车正行驶在大路之上，伪装成穆飞的李赞在笼子里思忖，记得当年有一魔门名唤地宝，自创的明灵化魔诀能吸收修士的灵力、神魂等一切物质，修炼此功法的人修行速度极快，但极容易遭受反噬。此时货车猛然停下，黄毛下车将李赞拖出，带入一条长长的隧道之中。隧道的内部开辟着无数的房间，疯狂的哭喊声自里面不停的传出。忽然之间，一股气息让李赞不寒而栗，没想到这里居然有令自己感受到威胁的存在。随着进一步的深入，黄毛也来到了名为 K 博士的实验室，而 K 博士明显在做着什么实验，暂时没空理会所谓的穆家小姐。不过李赞却发现了2个熟人，正是当初在黑鸦死斗场的末世兄弟。此时的 K 博士将不知名的药物注入了导管之中，密封舱内的幕后忽然就睁开了双眼，紧接着便爆发出一股巨大的力量，将密封舱给砸了个稀烂，随后更是直接向 K 博士扑去。没想到边上一人动作更快，直接一记火焰拳便砸了过来。K 博士恼羞成怒，桑奇，把他给我收拾了，再这样下去我的实验室都要毁了。接到博士命令的黄毛右手幻化出熊熊火焰，只是一个喷发的瞬间便将幕后直接蒸发了。此时的 K 博士放下心来，真不愧是我最出色的产品。桑奇，来人啊，再给我推一个实验舱出来，我要让穆家小姐也试试新药的威力。为了能够战胜自己的心魔，李赞不惜以身入局，假扮穆飞进入东方家的秘密基地。此时的他正被装在一个新的密封罐内，而边上之人他也熟悉万分，正是被他干掉的穆家长媳洛春心。K 博士阴险笑道，这个穆启明还真是心狠手辣，老婆死了连个尸体也不肯放过，趁这个机会正好试试穆系超能和操控系结合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随着药剂的注入，李赞的意识也开始迷糊起来，不知怎么就进入了一方世界，在那里自己被锁于一块大石之上，而洛春心的灵魂却仿佛尸体一般纠缠于他，不停地穿梭于他的身体间，给予重创。李赞青筋暴起，却又无可奈何。这明灵化魔诀果然非同一般，能将灵智变得邪恶无比，而且还超出了原主本身的力量。但是这样下去，自己就要被充斥着怨念的魔道气息吞噬。水游说的办法到底在哪里呢？就在此时，魔道气息已经入侵到了李赞的心脏，下一秒心脏爆发出道道金光，强大的力量使李赞瞬间挣脱了铁链。反应过来的少年终于明白，原来天生道体一旦受到外界灵智入侵，体内的灵气便会始终处于防御状态，而灵气也不会再向外泄露。此时的 K 博士看着穆飞的实验舱，惊讶万分，都注射了50%了，这么一点反应也没，再加20%。李赞站在原地思绪万千，洛春心的灵智已经被彻底清除，水游的计划完美实现。与此同时，李赞的耳边传来了一声嗤笑，白树，你自称正道，用的却是魔道功法，你的道心真的稳固吗？李赞刚回头看向自己的心魔，其便气势汹汹的直扑而来，二人直接原地对拼了一场。李赞一阵嗤笑，小小心魔也想乱我道心，你我本就是一体，合二为一有何不好呢？李赞祭出无数飞剑欲斩心魔，谁料对拼之下竟然不是对手。心魔表示自己幼年遭遇不公，合为一体后出去必杀光欺凌过自己的人。李赞紧咬牙关，你那些狗屁遭遇，在自己经历的痛苦面前都算些什么？随后手中画出3尺清风，一剑便将心魔劈成2段。心魔所化灵气猛然窜入李赞的胸口，这是要突破的感觉。而在实验室外， K 博士抱着密封罐开心不已，看样子穆家小姐的实验非常成功。不过就在此时，穆飞的身体开始了挣扎，黄毛眼见不对，大喊小心，身体一个箭步上前搂住了博士，望着露出了真容的李赞。K 博士惊讶地询问李赞是何人，少年面色冰冷，送你们上路的人。没想到桑启的超能竟如此厉害，不但能借助火焰瞬间移动，甚至连火焰领域和火焰真身都能施展。但这些强大的力量在李赞面前却犹如小儿科一般可笑。就在刚刚，假扮穆飞的李赞终于现出了真身，桑启急忙将 K 博士护在了身后，
询问无果后，跳起一拳便向李赞轰来，不过却被道体护盾给挡了下来。K 博士见猎心喜，防御性的超能极其稀少。阿桑，把他给我拿下！接到命令的桑启左手燃起无尽的火焰，一记直拳猛地向前击出。看着护盾上的道道裂缝，李赞发现桑启的力量运行模式很像昆仑火德宗的焰神拳法，将狂暴的火灵气凝聚于双拳之上，增加瞬间的爆发力。而眼见护盾的裂缝在不断扩大，桑启更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再次轰出一拳。不过下一秒便发现触感不对，自己的手仿佛被什么东西握住了一般。李赞单手握剑，以对灵力的运行方式太过粗暴，真正的神焰拳法绝非蛮力驱使。说完一刀便向桑启面门挥去，不过随着一阵火焰闪烁，桑启整个人也消失不见了。就在李赞疑惑之际，背后的头顶忽然出现了一个火焰漩涡，桑启紧握右拳准备偷袭，然而下一秒李赞却也消失不见，转瞬间便从边上挥剑杀出。幸亏黄毛反应还算机灵，一个火盾便直接闪到了一边。李赞也不追击，而是询问桑启的昆仑火德宗功法从何而来，并表示对方最好使出全力，不然自己会玩得不尽兴哦。面对嘲讽，桑启直接炸了，浑身的火焰犹如实质一般充斥着整个实验室，手上幻化出无数火球对李赞进行轰炸。李赞一边利用剑意击碎火球，一边快速向桑启移动。小黄毛嘿嘿一笑，上当了吧？这里可是我的领域。瞬间一个巨大的火龙卷便将李赞点燃，桑启还以为自己胜券在握，哪知下一秒一声剑域冷月如霜便从火龙卷中传出。李赞携带着无尽的杀意走出，就这也配叫领域？桑启满头大汗，这是你逼我的，就算燃为灰烬，我也要拉你一起陪葬。李赞微微一笑，小家伙还可以吗？居然掌握了火德宗第5层功法，那我就让你尝尝更顶级的扬言法术——火德真身。起，望着比自己庞大数倍的法相，桑启直接懵逼了，这还玩个毛啊！随着真身的巨刀落下，桑启直接一分为二，只留下博士在那边一阵哀嚎。随后 K 博士拿出了一个遥控器，恶狠狠地看向李赞，你死之前我会让你见识一下我最伟大的失败品。 K 博士最伟大的实验品终于出现，就是刚刚在隧道时让李赞感到威胁的存在。随着遥控器的按钮按下，一只巨大的僵尸身上无数的镣铐纷纷的掉落在地，僵尸猛然运起一拳便砸向了边上的墙壁，其目标正是李赞所在之地。 K 博士眼见0号现身，大声命令要其将李赞抹杀。0号挥起右拳直接猛攻而来，虽然还是被道体护盾挡了下来，不过也接近了破碎状态。还未等李赞有所反应，0号更是运爪成拳，一个发力便将护盾打得粉碎。李赞更是被击飞了数米之远，身体狠狠地撞在了仪器之上。看着拥有恐怖的力量的0号，李赞明白此战必须速战速决了。前面一战自己消耗了许多灵力，对方的境界又比自己高出一境，拖延下去恐怕最后倒下的就是自己。还在思索之际，0号已经直接冲到面前，李赞一个闪身便绕到了其身后，一招剑气长虹使出，只见飞剑携带着雷霆之势飞出，结结实实的打在了0号的身上。然而李赞却露出了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0号居然一只手便将飞剑给接了下来，随后更是将飞剑狠狠地扔回给了李赞。力量之大冲击的少年不停地后退，身体一不留神便撞在了墙壁之上。0号见机不可失，猛扑上前便想了结了李赞，谁料下一秒烟尘散去，墙上的李赞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K 博士一阵讶异，这人咋就忽然不见了？此时的李赞却犹如鬼魅一般出现在0号身后，单手挥剑，身边出现无数个小型太阳，一只只火凤带着无尽的火光冲向0号，犹如导弹一般将其狠狠地击穿。李赞看看了倒在地上的0号，随后便扭头看向了 K 博士，表示下个便轮到你。哪知 K 博士嘿嘿一笑，小子你别狂妄，作为我最骄傲的0号实验体，又怎么可能会被你轻易打败？果不其然，下一秒0号便从地上爬起，刚刚被火凤击穿的身体正在快速的恢复。不过李赞也是立即跳起，携带着无数火凤使出了一招九阳归一，将0号的身体自正面一分为二。K 博士还妄想让0号再次站起，却听闻李赞在一边告诉其没用的，这套剑法专克邪魔外道，也能压制气血再生，就算这个0号再强的自愈能力，也赶不上他受伤的速度。见状 K 博士还想呼喊其他实验体，然而双手已经飞向了半空。K 博士吃痛大喝自己乃东方家重要人物，李赞不能杀死自己。不过下一秒一柄长剑便插入了 K 博士的头，你放心，很快我会让整个东方家下去陪你的。为了将来不被李赞抛弃，猪猪断炉终于迎来了升级，不但击败了比自己强大的鬼炉，还成功的将其吞噬消化。就在刚刚击败了众多实验体之后，许久不见的猪猪忽然就冒了出来，嘴里大喊着脑子。在经过李赞同意之后便猛扑了上去，趁着小猪妖进食的功夫，李赞走到了实验室的后方，竟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坑洞，而在下方也传来了微弱的生命气息。于是在召唤回猪妖之后，两者便一跃而下。落地之后便发现数不清的实验体，看样子都是失败了以后被送到此地，等尸体彻底腐朽崩坏了再被其他人抬走。此时小猪传来一阵惊讶之声，目光所及之处，一座巨大的鼎炉出现在了眼前，刚才的尸体原来都被送入了其中。李赞上前仔细辨认，居然是一座百炼鬼炉，以怨气为火，禁锢生魂，以此来增加此法器的品质。而猪妖的呀呀之声也表示自己想吃了鬼炉禁果，不过李赞可不会惯着他，表示现在的猪妖对自己也没多大价值，如果无法进阶，自己迟早会将其舍弃。闻言小猪猪也是拼了，直接现出本体就要上前吞噬，而同为鼎炉法器的鬼炉感应到同类气息，瞬间也挣脱束缚拔地而起，一个猛扑便掐住了猪妖的喉咙。小猪猪赶忙回头看向李赞，奢望得到主人的帮忙，谁料李赞却是端坐原地，表示大道长生，一路都是危机重重，每一战都要全力以赴，还是说你认为靠着主人便可为所欲为，不用自己去争取拼搏？闻言小猪直接爆发了，大嘴一张便向鬼炉咬去。
去，3下5除2便将鬼炉给吞噬殆尽，随后自身更是进化成温鬼鼎炉，灵智也得到了质一般的提升。1天之后，顾家全面接管了地下实验室，并开始搜集东方家犯罪的证据。而此时的李赞忽然就接到了水游的电话：“道友，快来穆家，出大事了！”穆飞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被亲哥送去做人体实验，居然是得到了家族的同意。自己的父亲竟然大言不惭，表示一切都是为了帮助穆家腾飞，并还让手下将其抓住送回东方家去。而这一切都被潜伏在穆家的水游看在眼里，急忙打电话向李赞求救。不过穆飞这次明显不打算束手就擒，穆系灵力猛然喷发，将身后的2个小弟给捆得结结实实。穆霍刚见状勃然大怒，直呼小妮子要反了不成。而穆启明也是开启了自身的超能，无数藤条直扑穆飞面门而去。穆飞单手往地面一拍，天赋技能复灵发动，无数的地板化作防御体挡住了进攻。穆启明嘿嘿笑道，跟着心里的长进了不少，你俩不会是有意图吧？闻言穆飞也是怒了，李赞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高大无比，今日自己一定要给这个哥哥教训。随后穆飞操纵的地板开始融合，直接形成一台巨大的基美拉机甲，将所有的藤条都给狠狠的撕裂。穆启明毫不紧张，身上竟慢慢的开始结出了冰晶，就连发色也变成了天蓝之色。穆飞大惊，自己的哥哥不是木系，什么时候又转换成冰系超能了？穆启明手中冰系能量汇聚，幻化成巨斧便向机甲劈来，只是瞬间的一个照面而已，机甲便被冻成了一大坨冰块，随后更是被穆启明发动的木锤之术给砸得支离破碎。望着失去了机甲的穆飞，穆启明得意洋洋，看到没，这就是东方家能给我穆家的东西。父亲也在一边帮腔，表示穆飞乃是穆家子弟，应该为穆家做出牺牲。听闻父亲的言论，穆飞也是呵呵冷笑，从小到大自己父亲的眼里只有哥哥，哪怕自己的成绩再好也得不到夸奖。自己曾天真的以为只要为家族做出贡献，便能成为穆家的骄傲，现在想来那时的自己是多么的可笑。穆霍刚也是无语，直接便让穆启明自己处置。不过就当罪恶之手伸向穆飞之时，却被另一双大手紧紧的握住。李赞满含杀意的望向对方，看来我是赶上了。穆家的最终大招终于启动，不过代价却是要牺牲一名血亲之人，而即便如此，在李赞的眼中也不值一提。就在刚刚，李赞帮穆飞挡下了致命一击之后，穆飞也是担忧了起来，毕竟哥哥穆冰双系超能闻所未闻。穆启明不知好歹，挥动着冰斧便向李赞砍来，只不过对面的少年只是轻轻的一夹，便遏制住了他的攻势。随后手指微微发力，坚硬如铁的冰斧居然如豆腐一般粉碎。穆启明虽然心中一惊，但是完全不表露出来，瞬间释放了无数冰刺朝李赞刺来。李赞不躲不闪，单手举起面朝前方，一招剑气如虹直射而出，将穆启明的脑袋直接搬了个夹。不过穆启明的身体也化作2段枯木落在地上，看来是用了穆系的替身之术躲过了一劫。此时的穆家家主才露出了惊恐之色，明白眼前的少年远非自己穆家所能抗衡。不过穆启明却不肯死心，呼唤了所有穆家精英前来助阵，并让所有人齐齐对李赞发动攻击。李赞高举起手中的3尺清风，随后让其落于地面，形成的光圈将所有的攻击都反弹到施法者身上。这一幕看得穆家父子目瞪口呆，还能反弹超能，简直闻所未闻了。此时穆霍刚忽然跪倒在地，表示自己是有眼无珠，先前与穆飞提的条件，穆家愿意双倍奉上，并且自己会将药田交给穆飞保管，用来保证2家的长久合作。而穆霍刚没有看见的是，边上的儿子脸上逐渐的阴冷了下来。下一秒，一柄利刃忽然自穆霍刚胸前穿过，老人不敢相信的看向儿子，一边的穆飞想要上前，却被水游一把拦住，表示战斗还没结束。穆启明放开父亲的尸体，老家伙，早点把穆家交给自我不就好了吗？现在为了一个外人，只好牺牲你的性命，以血亲之力开启我的最强形态。李赞呵呵一笑，我当时什么厉害的功法？原来是昆仑长春宗的穆灵化身，我与其宗主也算是老朋友了。话音未落，穆启明已经飞身扑来，李赞飞身就是一脚，结结实实的踢在了他的脑门之上。穆启明头痛欲裂，却不得其解，自己的身体强度已经大幅提升，为啥完全跟不上他的速度？不服气的他再次起身，手上汇聚出冰系能量激射而出。不过李赞一个虚火，手中长剑递出，皓月剑法山冥想动，将穆启明整个人冻得严严实实。穆启明瞪大了双眼，我已经有冰系超能了，为什么还会被你的冰伤到？这不可能！李赞长剑一挥，将其身体直接粉碎，随后对着空气装杯的自言自语：我早已精通女形术法，而你不过是个强行融合的废物。眼见事情告一段落，水游和穆飞也是匆匆上前，李赞斜视了穆飞一眼，以后穆家就归你了。